诸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好，谢谢。好，我现在呢在加拿大的温哥华禅堂观音殿哈，在这里给大家做个直播。我这次回来呢特别匆忙啊，昨晚上用1个小时就游泳回来了哈。那回来之后呢，就听说了很多位，我们的新旧的这些网友和学员啊，特别受益的这些故事，就深深的打动着我。我都觉得也不给大家分享吧，我觉得这几天心里就会不安啊。因为特别好玩，屋里听着都很开心啊。师父是的，主要是我们温哥华的学员，他们受益之后哈，特别的感恩，所以也是听说了师父游回来了以后，立刻就想表现一下啊，这是按耐不住自己的喜悦和这一份感恩，想来跟师父报告和分享。是，那么有很多这些他们的受益哈，因为大家听我直播呢。上来之后都是一些分享，我也昨晚上我在想，我下一次不要弄大家分享的，我们自己讲点过去的故事啊，或者展望一下未来的世界哈。所以我们也准备改什么新鲜花样。但是今天呢，虽然还是老3样来说哈，但是真的很奇迹啊，也很打动我，非常有必要啊。就是今天的网友朋友非常有必要来听一听、看一看。可能会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有非常正面的提醒和影响，啊，很有意思哈。那，我们今天这些故事的这些朋友们呢，都已经在现场了哈，特别好玩。好的，屋里师父，先让我跟您介绍一下第一位 Lily。她是现在是我们的加拿大的居民了。那她是来自于新加坡。那今天也是 Lily 给我们带来了她的精彩的见证。好的，Lily，您请开始。师父好，给大家分享一下。好，我是 Lily，然后我前年11月份的时候是搜寻一些养生的方法，结果。第一个搜寻到的那个成果呢，就是八卦内功跳出来，然后我就过来看一看，然后就报名参加了。所以11月份的时候呢，我自己一个人先来参加八卦内功的基础班。想说要是参加好过了，感觉很好，我就会带家人。不是那个，我先问你一下哈。是。你看。我们很多朋友就是这样，因为很少有机会面对一个镜头说话，其实免不了是有点紧张的，对不对？是的。对，请问你那过去是在新加坡是吧？过去在新加坡。我是你看就说的又坏了，我故事蛮长的，因为先别那么长。其实在新加坡待过没有？我是新加坡长大，然后嫁去印尼20年。哎呦。然后之后又去了火星啊。没有那好了。然后反正就是一个新加坡姑娘啊，现在来到了加拿大。对，然后算我问错了，好吧，Lily，没事，你就是你。目前你还在地球上哈。是的。现在我要问的话，不是你是哪个国的人了，已经好吧？你快把我搞傻了。等等再说话。好。是。你为什么要搜一些健身的什么方法，搜到八卦内功？你有需要吗？需要啊。怎么了呢？年纪大了，快60了。看不出来哈。感谢师父慈悲。仅仅是年纪大了吗？年纪大了。主要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吗？然后又感觉就是有一些精神不太好，有一点老化了，可是我又不大承认。精神不大好啊。是啊。所以想跟师父学习。没听懂，好吧？把我给说愣了，精神不太好。这样的话，丽丽，我来问哈，就是你来收养生的话，最主要是觉得自己想改变自己的一种精神状态，还是身体方面有一些不舒适的地方吗？起先只是想
那个养生的方法而已，然后进来之后才捡到很多的宝。啊，其实原来没有期待有这么多收获是的，是的。那你原先的体质是怎么样的呢？我原先手脚冰冷已经是从小已经是这样了，然后睡眠虽然很好，可是起来的时候还是感觉睡不够，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然后最主要就是脊椎有侧弯33度的那个问题。等一下啊，他的脊椎侧弯33度啊。就是如果说那没啥了不起的，我听说人家弄760度那个都是。我觉得那是体操啊。对，就是这个是很可怕，33度要这样歪了。33度是往前弯还是往侧面弯？侧边。侧边的话，侧边往前面就这个身体就驼背了，对，它是在里面的。哇，这样扭曲了。不是里面的，是侧面的。是侧面的哈。那样弯着走路好吗？那样？不好啊，不好哈。哎呀，那我昨天我还听说你那个过去你的身体的有这种温度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你刚才说身体体寒都是体寒的，对，一路来都是寒的，就是手脚冰冷，然后穿几件衣服也不够啊。冬天当然多穿几件了。人家穿2件就 OK 了，我2件还是不够的。在加拿大的冬天，那你过去的话得穿多少件了？都里面就要穿2件，然后大衣可能就1件薄的，1件厚的，就这样。我相信我们网友都听晕了。请问你夏天的时候，夏天你比如说你在印尼不是生活了20年吗？是的。印尼够热吧？热不热？户外鞋。热。热不热？哦，热不热？热。热。热不热？我跟东北人呆呆的吧，都是热。夜肉又哎呀，听不懂了。你在印尼的时候，那里天气很热，对不对？是的。那你也会穿得厚一点吗？那个就没有。没有。因为它是34度、35度就不用。哦。可是进到冷气的时候还要穿jacket 就穿外套了。因为室内都要开冷气嘛。那你在温哥华的夏天穿的怎么样？为什么？那要不然你和别人穿的一样多，为什么你说体寒呢？说你的手冷得不得了，给人握手的时候，别人的感觉是？以前要是跟人家握手，人家都会吓到，然后说哦，然后我还跟人家握手问好，还要跟人家道歉，对不起，我的手很冷。为什么呢？别人为什么给别人道歉？吓到，因为太冷了。就是你的手太冰了。是，然后所以以后就不跟人家握手了。就说哎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我就不跟你握手了，因为我的手太冰了。那你的手冰冷的话，脚也会冰冷吗？是的。那身体应该也会有点温度比较偏低。都是从来没有温暖过，从来没有温暖。那也因此你在温哥华的夏天的话，过去穿的衣服应该也不少吧？就人家都穿一条线的，那我还要穿有袖子的，那有时候还要加jacket，然后外套。就他总是比别人要多穿好几层。这是他特别的保暖方式。有的时候他还是说，即使都穿了很多了，可是里边自己身体还是感觉到挺冰凉的，对吧？是。睡觉的时候呢，要有什么？夏天。现在呢比较，现在比较福气了哈，我们有那个那个 heat pad 叫电热毯。对，就可以插电，然后加暖，然后就可以好好睡觉。一定要开着电热毯睡觉。你说冬天吗？是冬天呐。冬天也要，夏天也要。你夏天也要开电热毯呐？就是开 No.1 还是 No.4嘛？就是对吗？温度不一样调节，但是夏天也离不开电热毯。恭喜你，终于找回原来的自己了。是的，感谢师父。好，夏天开着电热毯。那你躺在电热毯上睡觉，对不对？是的。那说明真是。身体寒冷不是让你适应它，确实给你带来不舒服，对吧？
对啊，都一路来都是这样吧，都感觉很寒，然后就缺少那个温暖的感觉。吃的也不敢吃冷的东西。对。那你们很喜欢吃水果对吗？对。哎，我吃水果要微波炉一下。微波加热，要加热后才能吃水果。对。那更不敢吃。这倒是一个好方法。哎，对啊，这里洋人。那你吃冰激凌吗 ？ice cream？ 不可以吃啊。不可以，那你热一下就完了。不要看别人吃好了，不要。看别人吃就好了。哇，这个体质确实够寒的哈。那丽丽走了八卦以后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哎，走，第3天的时候就感觉有那个比较温暖，然后原本天气就非常冷，那一天特别冷，然后就赶着要来上课。那天特别冷是指那天是夏天还是冬天呢？他那天是冬天了，可是更冷。几月份吧？我确认。11月份的时候。1月份。 11月。对。10月份大家觉得是什么季节啊？秋天吗？秋天。对，可是刚好有下雪啊那一天。物理把11月份列为秋天了哈。我觉得你做的对，我经常把美洲当成亚洲哈，心很大呀。所以那天有下雪，然后就赶着出来才。那天还有下雪，哎呀，姑奶奶呀！那你怎么办？开心了吧？没有，穿了好多。没有，可是那天就是因为急忙要赶来上课，就忘了，就穿一件 jacket 就到禅堂。穿的比较少一点啊。就到禅堂到的时候才说，那你穿一件冻着了吗？这路没有，就是那天才发觉说，没有那么冷，然后那个手反而有粉红色的，不是白色的。哇！然后那才第三天哦，然后走八卦的才第3天。对。哇！神奇哦！这太神了吧！我为你鼓掌。真是走到第3天，身体的温暖感就恢复了，而且还抗冻了。关键就是他那个体温一下就加热了哈。对。他刚才说手掌心是粉红了哈，也就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原来他的手都是白的。因为你过去你的手掌不可能有红色，对不对？没有。因为太寒冷了。是。寒冷了之后呢，通常是发青色的多，对不对？是这样的。所以那一天他急急忙忙就往外跑，结果忘了穿厚衣服了。是。跑来禅堂穿的并不多，但是并没多冷，对不对？是。哎，这是个不错的体验。是。那么之后是不是又回归到很冷的时候了？没有了。还是保持这种温暖感觉？没有了，就保持很温暖，然后那个气是从肚子里面出来的。那个暖气是从暖气，对，身体的温暖的气是从哪里出来的？肚子，从肚子里头，你都能感觉到哈？能啊，因为有时候有寒风嘛，就是有冷风啊，手指头开始冷了，可是这个里面呢就是暖暖的。哎，这个变化，这个叫啥呢？这个讲的特别好。什么？肚子里头咱们就说那个元气嘛。哎，你就是吸收到了元气，才3天了。我说你太适合修炼了。真的是这样子。哎，请问你到现在修了有多长时间了？走八卦吗？八卦。5个月。5个月。每天都走，没停止。没停止。是的。每天走整天的走呀？每天走1个小时。就走一遍。每天才走1个小时。对。就走了1遍。是。现在5个月。是。哎，5个月的话，按天数算，3、5、150，150天左右。就不怕冷了。屋里你摸摸师姐那个手还是温暖的。我来摸一下。哎，真的是温的。温的哈。还手心还略略有一点点那种，好像出汗的那种小温暖的这种感觉。紧张。紧张所以会出汗。是紧张的汗啊。对，确实紧张哈。
那么走了这个八卦以后，刚才还讲到，我觉得比体寒还更吓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脊柱侧弯呐。这个是怎么好好的脊柱，咱们不都是正直的吗？你怎么会弯得那么厉害，都弯到30多度了？我猜猜哈，他是不是小时候他就喜欢歪着脖子走路，最后没有脊椎也弯了？没有，就是姿势不对我都很乖的。你都很乖的。是。那怎么形成是呢？无意中也不知道，因为脊椎是在后面，也没看到。小时候是一般我们都看不到脊椎的。然后是从2楼掉下来。从2楼掉下来。好玩了。贪玩。贪玩，就不小心掉下来了。是。2楼摔下来。对。摔伤了。没伤，还可以站起来，所以就继续玩。当时还可以站起来继续玩。是，所以也没跟家人讲。没敢讲。不敢讲。不敢讲。还挺勇敢的。然后呢？然后中学的时候呢，他们就有做身体检查，才查到说脊椎侧弯啊什么啦，要去动手术还是看医生还是怎样，是那时候才知道说原来是弯的。天哪！其实15岁他已经弯了，那个时候已经弯到33度了。是。幸好没有增加，不然的话就得要去开刀。我的天！然后要加。33度这么标准啊？就是这医生给他检测，从那个不是我说的，是医生说的。他就33度一直保持那个样，像一个树杈似的，就是。他不会说今天33度，明天25度这样。没有。不会的哈。不会。反而医生。你腰还挺结实的。就因为知道有这个，所以一直要保持坐正，然后做一些运动，希望他没有再恶化。医生是交代的是越老越弯。结果呢？没有。你一直保持33度。对。这么忠诚哈。没办法坚持到底，然后现在遇到。33得几啊？33得9。33得9。哇，你寿命至少活得90岁啊！收到。33度。这什么逻辑？他得懵了。反正他也听不懂。是，听不懂。那你这个33度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都有，因为那个背部呢就常常会酸痛啊，然后很多比较重的事情你都不能做了，运动也不讲了啊。运动不讲了是啥？就根本无法运动了。就怕扭伤嘛。疼痛。对啊，怕扭伤，然后又那个身体不正的话，有时候你要做事情，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哎呦，你看现在我们的图片是30度的脊椎侧弯。是。你其实这样的话就是天生的。一边是扁的，然后一边是肿的，因为你就靠一边的身体，来过生活嘛哈。真的是。不难，没关系的，会好的。然后，就你这是自我鼓励吗？就是这样的精神，就是这样的维持到现在58岁。就这样，跟自己说没关系。你真厉害。我觉得一会儿你得给我签个字啊，你是一个无名英雄哈。还挺乐观的，说以后会好的。不敢。不是，那你疼的时候也没关系的是吗？关系啊，就起不来啊，就好像那个。怎么起不来了？是在床上起不来，还是在凳子上，还是躺在地上起不来？比如说要拿东西，你弯腰的时候，那个方向不正，那你就会好像扭伤，马上扭伤，然后。就不能做事情了，得要去吃止痛药，这还特别容易扭伤还。对。因为它不正嘛，它是容易。所以脊椎不正，其实让你除了疼痛之外，还会让你特别不方便做一些动作。是的。容易摔倒吗？我还好。是哈。我还好。听说有人就是不能平衡，走路的时候像那个企鹅。走旁边的，他不是走直的，他是走。他走了就走歪了。对。那特别适合走八卦呀。不要求走直线。不会。可是头2天有一点像要
要跌倒，不能平衡的走，走了2天，那组长就说继续走，你就是因为身体有问题，走了八卦会帮你平衡。组长那么说你？是啊。这谁当组长这么恶狠狠的？对，坐在那边。腾克哈。看一会儿怎么修理你。不修了，最好真的过了几天就好了。你不会给拿个拐杖吗？你这个。好难看。难看啊。师傅不要。实用就好了。对。走了走，过了几天就能平衡了，然后只是手酸、脚酸、腰痛，还是继续走啊？还继续走？是啊。哦，这么有毅力啊！就听师傅的话嘛，只要走108天是吗？108天。对。哎呀，这10年以来，我很少遇到这么听话的学生。是，我觉得你不是怕我，你是怕你组长啊！组长太狠了，好，不管怎么着，就走下来了哈，还真挺受益。你那个脊椎好了没有？光说脊椎呢，33度。是，然后走了走，就是很神奇啊，师傅。第6天的时候呢，你在那个引导词里面不是有一句什么“3是我，我是3”？那一句话的时候，3是我，我是3。对。我从来没说过数学问题啊。有啊，你说。什么时候我是3呢？我还是8呢。我就是一座山。一座山哦，山。哎 ，mountain。对。mountain。对，我就很关注，对，然后就想着那座山，忽然间就感觉有那个。energy 进来就是有电流进来，一种能量，我还能感觉到能量进来了，是好像触电的感觉，就进来。哦，有一种电的感觉。是从头，然后到后面的脊椎，然后就停留在那边，然后后来那个脊椎就开始有一些感应了。哦，它就会好像被人家整椎的那个感觉，滴滴答。就好像给整骨按摩的，对，就咔咔咔。对，我看后面又没有人啊。谁会免费给你整骨头？不知道啊，我们还在走八卦呢，那时候嘛，对吗？除非是上帝啊。对啊，然后我跟组长讲，他说继续走。人家什么组长？这组长就一句话，你就继续走，就只好继续走啊，就把它走完。然后我觉得你们组长特别像那个美国大片里头的一个人。不会，没事，他都是我们好，对他没有空解释，他就说继续走哈。这是美国师傅讲的美国大片里，就每次拍到那种场景，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队长就总会说 go go go， 就是对不对？所以我很痛。走，继续走。是，我扛不动了，继续扛。Go go go。这就是组长。是，那丽丽，我想问你，你像你这个33度以后发生了这个问题，也经常特别的疼痛，生活那么不方便，你之前有没有去医院看过、治疗过呢？都有找过，都是治疗师、按摩师啊，什么师都找了。医生怎么说？没有救了。医生说没有救。对。这什么医生呀？他因为他说，其实这个也不是麻烦啊，他只是骨头弯而已啊，你还是继续你的生活啊。对呀。你还是一个人啊。你闲着没事来找我们，所以吃饱了撑的来找我们干嘛呀？对，所以就不送钱给他啦。那他就会觉得像送钱一样的，真的都没有用。反而到温哥华最后一次去找那个治疗师的时候，他就说。我帮不了你，你叫上帝跟你换一条新的。好绝望。那你就去教会了吗？就找上帝啊，帮你换一条新的。我连上帝也叫了，观音也叫了。对。他真去了。这上帝有没有给你弄一下？他就叫我来这里报名啊。上帝给了他指引。上帝真是明白的人啊！结果呢？刚才讲那个电流，你感觉有电流，
然后就一整天这次我自己感觉别人都不知道的，然后那个骨头就一直在那边整椎的那个噼噼啪啪的，对，咔咔咔，噼噼啪啪。cracking， 我们是说 cracking， 那个骨头跟骨头在折，在整合你的骨头。是整了整个晚上啊。哦，整个晚上。是啊，到隔天太吓人了。是啊，可是也不敢拒绝嘛，哈，知道说。关键拒绝得了吗？不知道，我没有试。那天你有没有感觉很神圣？上帝终于来了哈。其实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成果会怎么样。那到回家的时候，叫先生帮我看一下。我说我感觉我背后很怪，你帮我看一下，什么事情？他说喂，直了，没有完全直。他说直很多。哦。他说。上帝真的来了。后来他说：“你去哪里整椎啊？”我说：“哪有的整？他现在还在整呢，在里面滴滴答答的。”哦，他里面还在整呢，就是身体里头还在整。是因为当脊椎骨弯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小部分，它就从上面到颈部，然后这2个肩膀。都是不平衡的嘛。我理解。对。像你那个脊椎问题，确切说哈，那叫做一节错，是节节错。明白吗？中国人说一步错步步错，它是一节错是节节错，而且2个腿的比例也不一样，盆骨是歪，肩膀会斜，都歪的。是的。然后昨天先生帮我再测量一下，确定了哈，现在是7.5度。现在剩下7.5度，是的，太好了，30多度，7.5度，基本上肉眼基本上就看不太出来了，就是你看他现在其实做的还是蛮端正的了，对。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少过10度你算正常，所以师父就正常了呀，你正常了哦，太高兴了。5个月的八卦，恭喜恭喜哈！感谢师父。不是这种事儿，你该感谢谁呀？你说呢？感谢师父啊！你不能感谢我呀。菩提禅堂。那你也没看见我给你整骨呀？可是没有你教八卦内功，那我们你的咔咔咔咔咔。对啊，你就自己用吗？听不懂，就因为不是我和他说话吧，特别累。但新加坡人那个跟印尼新加坡人的中文啊，说到这样也算最好的了啊。新加坡说中文最好的其实是李显龙。那个李总理他的中文真是没得说的。你看看你们说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因为我姓李的。他挺会攀亲啊！我们给他说话小心点呗哈。是，他有点指东打西那种。那下次见了李显龙总理的时候，咱们就说我们认识你。对，看他认识我吗？他肯定认识啊。你看你是他老表姐嘛。你看李显龙今年70啊。那所以。好消息，师父，就是他走了5个月的八卦的时候到现在5个月哈，真的已经就恢复正常了。你看，刚才一个是体温，是吧？他的手掌呢带有粉红色的这个温暖的色调哈，这也是一个基本指标哈。这有一些人不是年龄问题，是身体的健康问题，就是你的脸色，还有手掌上这个肉。厚的这个肉的颜色哈，里头没有一点点红色，通常是你的身体比较寒冷，缺少来修八卦那么他最大的收获，其实他那个侧弯问题，脊椎侧弯。对。哎呀。其实刚才我听到那个医生那么轻描淡写的说，一点都不影响你生活，你还是一个人，你照常生活，我真的是会觉得，哎呀。好像这个说话有一点轻率了怎么会不影响呢？关键他没有什么办法治疗嘛。对，这个其实这个脊椎里面不光就是骨头它里边还其实牵连了很多神经。脊椎侧弯，它一点点弯的话，直接压迫到了神经，那都是剧痛。
对不对？是的就叫剧痛啊。所以就是因为没有得这个病的人，大家不理解，所以会觉得哎呀也不太影响。真正得了这个病的时候，那丽丽跟我讲，她提3颗白菜都会痛，都会扭伤。我跟你说哈，咱别说整个脊椎弯了30多度哈，是，就是你那个稍微有点错位，就会压得痛的趴在那儿哈。啊，无论站着、坐着、走路，啊，不管做任何动作，都痛得流汗了。是，他整条脊椎都弯了，你想他会有一天的自在吗？没有的。所以你的身体手那么冰寒，你的脊椎还弯成那样子，对不对？是。所以应该说你的个性还不错吧，不会发火吧？他应该说没事。他刚才这个是之前还是之后？之前，咱们说就是之前呢。是之前呢。之后你是重新做人了。是之前就是没有那么好，因为都身体状况，然后那个全身都不舒服，对，做什么事情都感觉有一点烦躁，非常烦躁。真的有一点不想当人了。不想当人了，对，不想做人了啊，走了好了啦啊，走了好了，还是得放弃自己的感觉。走了好了是指，就是离开了，好离开了哈，回家好了。哦，我发现你说这么狠的话的时候，说的那么轻松，你这个人，他深藏不露。会想到啊，会想到啊，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嘛？没错了，这句话是真的。其实很多得了一些疾病深受折磨的哈，还有精神上深受折磨的人，就会觉得我做人干什么这么痛苦？我干脆我放弃了，好的，放弃吧，解脱好了，对。我不用护照了。然后当然还是不舍得哈，那继续等到见到师父才有救了啊，就这样。他真的深藏不露，清清淡淡的说的都是狠话。是。啊，厉害厉害。那作为你的家人的话，以前你在这个脊椎侧弯这种病痛的折磨下的话，先生啊，还有孩子啊，还挺包容你的哈。没办法。那也是没办法。都接受了哈。那丈夫我先生呢，他是跟我们是中学就已经认识的，所以他已经知道我的情形，就已经接受了。那看着我躺在那边，他已经知道，你要吃止痛药吗？那样2-3天就不能打扰了，就得让我好好休息。他要是打扰你，他也知道没啥好果子吃啊。对对对。是吧？没有，那2-3天应该没有力气吧？之后才来收拾他就。对，来了力气才收拾。可以理解，就是你那样的身体状况，心情没法好。容易发脾气的。对。我记得你跟我说那个后来还撞过一次车是吧？然后前年呢，我们出外嘛哈，然后它下大雪，然后那个车子呢就滑到山边，所以呢就撞到山了。撞到山了。太吓人了。都撞到山上去了。对啊，山这个边是山，那边是悬崖。对，所以你选哪一边？我先生还是选山吧，选山吧，这个完全选择正确。你这样你把山给撞坏了。我说是他错啊，他看到我车子来，为什么不闪呢？这是侧弯引起的思维的不一样。他的刚才你应该让我啊。他就说山你干嘛挡着我呢？哎，你应该让我呀。对呀。你不让我就撞。结果车子就撞坏了，就不能动了。关键你把山也撞坏了。我没看山啊，我不知道。没看山，你只看车子了哈。对，因为车子。关键你人在上头没事吧？幸好没事，真的一点事情都没有啊。我们还那你的车是不是撞的也比较轻，所以你才人没事吧？没有，师父从前面坏到后面整排，都
扁掉，然后车子马上都不能开动了，就已经报报废了。废了。那你当时车上坐了几个人啊？只有我们2个，就你们俩我跟我先生，然后他是驾驶人员。哦要是以前的话，你说我不要打他，哦，别哦，你该打他啊！哎，我应该会打他的。可是呢你做得，对修了八卦就没有打他啦。修了八卦打他不更方便吗？没有，那时没舍得打候就没有这个心情了，就感觉很平和，然后哦，哎不对你这个事故是发生在修八卦之后了。对1个月之后，就修了八卦一个修了八卦月之后，一个月之后哇，我们拯救了他先生哎。哎哎，我越听越不太对头哈，这叫什么逻辑啊？哎，你撞了车，车都整身都撞坏了，是你还有心，无论打与不打你先生，你还有心思考这么多问题，你身体就是很平静啊。不是你身体没事吧？没事对，你会闪吗？你像我一般的健康人撞了车，这么情况下，啊大力的撞击之后，颈椎、胸椎、腰椎都有可能受伤很容易的。受伤那你的脊椎这么脆弱，伤到了没有？没有啊，就是感觉是佛菩萨跟师父的加持庇佑，所以没事。没事。没事。所以没有什么头晕、疼痛之类的哈。没有，而且他撞的时候，我们感觉是 slow motion，就是慢的，不是大力就是过去，没有。我们2个都感觉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慢慢的滑到了山那边，碰了一下，就这样子，哦，只是车子真的撞坏了，报废了，它不是刮伤而已，真的就撞坏了，报废了。然后但是很好的就是他先生保住了啊，那个不但在车祸中保住了，也从丽丽的这个强力的这个啊，不是你们2个都没受伤没事没事。哦，还可以聊天。之后因为我们是在山上发生事情，车子不能走了，就要拖车嘛，对，要叫拖车就要你们自己还是打电等，话，还能打啊，打电话就叫拖车啊，就要等2个对，小时嘛。等2个小时，那等的时候让你们回忆起来初恋的时候啊，没想也没想。没想，都在那你们那2聊个是干啥了？所以我就他有一点一直在那边怨恨自己吧，可能就是说比较责备自己了责备自己说，哎呀，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这样呢？才3个月的新车就给我撞坏了。哦，那是有点心疼的。可惜对，新车了他说是他的新宝贝，然后我想一想，这样再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我就跟他开个玩笑，我们上网 shopping， 他说啊，上网 shopping，老婆好有心情。没办法，对引开他的那个嘛。然后我说 shopping 我们上网 shopping，他说对，他也是这样。我 shop 什么？我说你下一步的宝贝你要什么 ？What's your baby? Your new baby？ 所以他就上网看车了。叫旧车不去，新车不来呀。心好大，真的，他们俩真的是修的蛮好的我说。你先生离不开你，你先生离不开你，我觉得为什么你就是他的主，哦，很麻烦啊，很麻烦。他一脸无辜的样子，真是很可爱。知道了，师傅。真是这是一个化险为夷哈，像灾难哈，至少是消除灾难了还。是的，还平平安安的，虽然东西坏了可以换新的嘛，对吗？买了新车了哈，现在。然后1月份我们直接我们回来温哥华，然后就陪着丈夫过来上另外一次的八卦内功基础班，上完了，隔天他就买新车了。哦，我说 congratulation 哈，真是不提错新车了，new baby 来了，真是棒哈，哎，所以我们只能恭喜丽丽哈，哎呀，他真是一个有福人啊，哎，关键是我就觉得他就不知不觉，自己也不知道咋的了，就糊里糊涂不知不觉的，哎我，也不知道这有福还是有灾哈，反正那个我觉得脊椎很有侧弯那么多年，对，哎，那个手脚冰凉那么多年，
所以也有福哈。我们不要说从33度给它掰回来哈，你想想看，一根骨头哎，怎么从33度还给你掰正了？你就是从外界、从医学的角度、科学角度、手术角度做不到，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就像他说的那样，只能是上帝来帮你换一条新的脊骨了哈。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不过丽丽她是非常明白的，然后就是真的是只有靠师傅。来到了菩提禅修，走了八卦以后，像这样的神奇的事情才可能发生的。好，真是很神奇。我和你聊的时候，我一身大汗，是吓死我了！你太神奇了。师父应该的。嘿，我们都是你的奇迹宝宝，所以不用担心。他说：“哎呦，我的天 ，so sweet。”我遇到幼儿园老师了。好，我送你一颗天然的天珠哈，戴在身上护佑你哈。是，好，感谢师父。再送你一个八卦腰带。好。啊，让你呢脊椎，还有身体，还有元气能量啊，更加圆满吉祥啊。好，感谢师父。感恩师父。好可爱啊！我是觉得他把自己称作是您的奇迹宝宝。哦。哎，真的这也是一个奇迹啊！对于这么大的一个脊椎侧弯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病人，哎，就是走了八卦5个月，他自己知道经历了这个脊椎矫正的噼噼啪啪这种咔咔的这种过程啊，现在就康复了，真的为他高兴。其实听起来就很神奇哈，哎，所以他那个校正的这个过程，真的是挺神的啊。对，那为什么这么神呢？我们以后再讨论吧。是。我觉得留给我们所有的网友去思考的一个空间哈。是。对，说练一个八卦内功里头有这么多，听起来不可思议的哈。真的。慢慢思考。好的。感恩师父为丽丽的康复而高兴。是，他真的很神奇。好，接下来师父再给您带来来自于印尼的一对父女的见证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位爸爸给我们带来的分享的故事。好。My name is Supendi. I'm coming from Indonesia. I coming to Vancouver for visit my family. My sleeping problem is already 20 years ago due to my stress. And then I take a sleeping pill is already 6 years ago. And every night I must take a sleeping pill for sleeping better. 就是苏潘提，他有这个失眠的困扰，实际上已经有20年了。因为不能入眠，在6年前他已经开始服用安眠药，他必须每天服用安眠药才能够入睡的。May I ask how do you sleep last night? Like last night, I sleep is and then I wake something like 2:30. I go to washroom, and then after that I go back to sleep again, and then I wake up at 7. 哇哦，像昨天晚上啊，我就问他你的睡眠怎么样？他12点睡觉的，2点半起了一次上厕所，结果就接着睡，一直到7点才起床。Is this happened to you before? No, it's nev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me. It's normally when first time when I want to sleep, it's already difficult, and then after I go to washroom, sometimes 1, sometimes 2, and then when I want to go back to sleep, it's very difficult. 他说以前呢，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就算吃了药，但是要醒来的话呢，再睡着，就是基本上很难做到的。但是像昨天晚上，他既没有吃药，然后醒了，也能够接着睡那么长的时间呢，真是恭喜你 ，Congratulations！ Yeah, thank you so much. And then it's not only for the sleeping problem that I have, I also is a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then my rheumatoid arthritis, slowly by slowly, I can move my hand. But before I coming to the class, my hand is very stiff. It's very hard for me to grab something. There is a string inside
my finger. So Wow. that's why it's very difficult to move. 哦，他说就是关于他的内风湿关节炎啊，他的手指以前是僵硬的，我就问他你僵硬是怎么感觉，他就感觉有个钢针在里面，所以他要握拳啊、移动啊，其实是很难的。但是现在呢，他说已经慢慢的好了，移动你们看他的手指可以随便动了，是吧？You can move your head easily, right now? Yes, now is I can move it very easily. Wow, really nice for you, yeah. I believe my rheumatoid arthritis will be gone because I can see that a lot of improvement for my body. 对，他说看到这个进步，他已经看到这个身体上的改善非常明显了，嗯。Yeah, and also I would like say thank you to Grandmaster and Semu. Thank you so much. Also for the teacher, because of you, my living is more healthy and happy, and also my time in Vancouver I'm very enjoy. 你看之前这个苏班迪他想提前买机票回去的了，但是参加这个班以后呢，睡眠改善了，然后关节疼痛也改善了，他心里发自心底的开心。他有时候上课过来就跟我说，他说 Amanda 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就是开心哈。你看他说现在他就是感觉在温哥华的生活让他感到很开心，恭喜你。Thank you so much. 这是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 Supandi， 他来温哥华，其实是和女儿一起来温哥华的。那现在呢，他的女儿 Elizabeth 就坐在现场啊，跟师傅问候一下，greeting。Hi。好 ，Hello。Yeah， 那就是刚才很高兴看到 Supandi 他的失眠的问题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哈，其实都20多年了，那现在他已经到中年了，50多岁，那就光吃安眠药都吃了6年多，其实吃了安眠药对他来说，其实都还没有帮助到他的睡眠的问题啊，可是参加了减压班之后呢，也是第2天他就会觉得哎，怎么就能够睡了，原来只能睡2个小时，到了减压班的第2天就能睡到5个小时。第2天就睡了5个小时。是，真也挺神哎。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手指哈。对。他那个手指。关节炎。就是关节炎，风湿关节炎。就是好像不能正常的这样动嘛哈。哎，结果他是多少天之后就能动了是吧？也是。那个叫什么？在减压班上，他的这个关节炎的这个症状就改善，他说消失了，就是原来就是僵硬的嘛。我们知道这种类风湿关节，它晨期都会特别僵硬。那 Supandi 自己的描述是更厉害，像有个钢针一样插在里边儿，特别的强烈。那就手指都不能灵活的运用吗？它是没有办法抓东西，就比方说我们这样抓一个就是手机这样子，它是不能很灵活自如的抓的。那多不方便呢。对，可是减压班圆满之后，他结业之后，他说哎呀，我现在抓什么都非常的自如 ，easily， 非常的自如。哇，这真的挺好。对，其实就是一个班改善了他这么2大，应该说是顽疾。对，哇，这个真的很好。20年的失眠，还有类风湿关节炎，极大的改善了。真是恭喜他。真的也是像奇迹般的，自如的弯曲。很棒，很棒哈。对。那这个女儿有什么问题呢？对呀，当女儿是 Elizabeth， you join with the also the class at the same time, right? Yeah, I joined the stress relief class with him just to accompany him at first. 师傅，当时就是我是陪着我爸一起上的这个减压班。那对他有一点帮助吗？ Do you have any also improvements during the class? Yeah, I did, which was a surprise. I didn't expect that. I also have scoliosis, about 15 degrees. And then like sitting meditation is really hard for me to do. It's just very painful to keep sitting straight. So I would have to stop and stretch and get distracted and then not complete it. But after the 5th day,
this was during Shamu's healing. The pain was like completely gone, and I could do the entire sitting meditation until completion, and I didn't lose my focus, which was awesome. 好的，来我们翻译一下。是的，我当时呢来上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我也会有受益，因为我也一样，我也是脊柱侧弯15度，所以当时对于我来说，做功的时候啊，我没办法坐在那边，我一直要动，否则就会特别的疼。然而在第5天的时候呢，在师母加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哎，这个疼痛没了，我可以坐在那边半小时不动，就完完整整的坐下来，也不会影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哦，你看这样也是一位脊柱侧弯的年轻人，想不到。对，但现在不知道他的脊椎校正的程度是什么样。那就没有办法，因为还是要，如果像刚才丽丽的这个示范的话，是要去拍片。拍片好了以后才能够测量之类的啊。但是 How about now? Do you still feel pain? 但是我们知道脊柱侧弯的人经常会感到就是背部、肩背这样的疼痛，包括腰的这些疼痛嘛。其实刚才 Elizabeth 她也分享的时候也是，她是没有办法做的，就是包括她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你看8个小时学习对她来说是很疼痛的一件痛苦的事情，她经常要扭动来调整姿势。坐姿才能够就是缓解一下这些痛苦的，是这样子。So after the relief class, how about now? It's good. Not really any pain, so sometimes, but huge improvement from what it was before. So. 已经是有非常大的改善了，几乎已经不疼了。看效果这么好，他就现在已经不感到这种疼痛感了。这请问他有走八卦吗 ？So do you walk 八卦 now? No. No. Well, I never joined that class. I joined the stress relief one. 他没有去参加八卦班，他参加的是减压班。应该像师傅给他一些指导吧。就是脊椎的问题哈，可以参加一下八卦班。对。就是这个八卦班呢，它对。就是我的经验哈，就是肢体的疾病，就是四肢上的疾病，包括脊椎的疾病，在八卦来说特别有帮助。已经有很多位，就我光知道的、我认识的，很多位就是脊椎，还有那个腿那个股骨头，就大腿的股骨头，就是做手术，还有粉碎性的大腿的骨折，到脊椎侧弯的。好了的人特别多所以像他的情况，应该适合去参加一下八卦的学习。Awesome. I'll take that into consideration. I'll do it. 我会做的。他来好好考虑，他会来参加这个课程的。So today, Elizabeth comes to the site to see Master. And do you have your own question? I do. If I may ask you a couple of questions to get some guidance. So I have 2 things I wanted to ask you. Okay, so one by one, please. Okay, so the first one is that I have this health issue that has been, it's like a chronic stomach pain. I would have like an attack of really painful kind of like cramps 1 to 2 times a year. 好。那师傅我这边有2件事情想请教师傅。第一个呢是我健康上面的问题。我有一个慢性的腹部疼痛病，那每年呢会1到2次就会复发，然后会发作，然后是那个疼痛是特别剧烈的。And it's currently still undiagnosed. No one really knows what it is, and I've been to a lot of doctors everywhere. They don't know what it is, and I've had it since I was pretty young, about 7 years old. And the pain is so great that after it's like subsided, I would have quite a significant memory loss. And so, yeah, I have a lot of gaps in my memory from my childhood and until I'm 20. Yeah. 那目前为止呢，医生还没有办法诊断到底这是一个什么病。我已经去看过好多医生了，但都没有用。
那这个呢，是从我7岁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疼痛啊，它会剧烈到等它那个过后呢，我偶尔会出现短暂的失忆。Yeah, so if you could, I don't know, help me out to figure out, like, I don't know what I should do, have some guidance, because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to do now with it. 那师父可以帮帮我吗？可以帮我看一下，我能做一些什么吗？请师父给他一些指导的建议吧。就是我，你讲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它不是一个正常的病，它是一个奇特的病，就像一个就是一个，我要说了哈，但希望不 Are 要 you 害 prepared 怕 to listen to the facts and the truths, and the master may disclose to you, but you need to be prepared. Are I'm you? scared. 但是他有点怕怕的。是，我也有点怕。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像一个小孩子的一个灵魂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因缘啊，就是有点故意折磨他。Oh. Do you understand? 他在听翻译，他在听他。但是如果想好得快的话，一个是，一会儿我就帮一下你，那么之后呢，你要为他那个点灯，就是我们讲的要超度他，把他拿走，超度他，让他上天堂啊之类的，就是他就不会折磨你了。对，听起来是有点怕。对，他是个对新来者嘛，所以这些方面，一个是包括接受灵魂的这些方面的想法的接受，还有包括用点灯，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方法，可能还要对他进行一些教育。那就教育呗。就是说这样一个灵魂，他和你有着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一个原因，他来折磨你。当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讲的说，那你受这种折磨的时候，你们肯定之间是有故事。那我们作为点灯呢，祈求佛和神灵将他接走，就是不再折磨你，这样可能你的那个肚子痛就好了。Thank you. Honestly, that was really helpful. I really needed a different explanation to what it is, because I have been told that it's just my period, oh, it's nothing. So thank you for that, even though that was quite heavy. It was really nice hearing that the pain is justified, that someone believes me, that it is like actually really painful. And yeah, thank you. 感恩师父，其实我真的需要听到这一个，虽然就是还是需要去了解，但是我真的需要听到这个，因为我去看过很多医生，医生给我的原因都是，我觉得是轻描淡写的就这样子写过了，说只是因为你的例假，所以导致的您这个疼痛，但是对我来说，这个病真的很折磨我。对，他比较喜欢和接受这样的另外一种解释啊，师父刚才告诉他的。甚至中医会告诉你，你那个穿衣服会不会容易露着肚子造成的，但是我认为不是。Okay, sorry, I was waiting for it to translate. Awesome. Anyways, the second one that I wanted to ask you was some guidance for my future career, since I am super lost in life right now, and it would be great to know what career I would be suitable in and what finances, if I would be successful in the future.
OK。那师父好，我感恩您。那我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的未来的。我现在未来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就是在我事业方面，我是该往哪个方向去走？还有呢，就是我以后会不会成功？就是你的磁场啊，磁场，不知道怎么说啊，就是你的磁场呢，其实将来可以做管理类的工作，但是你的自己的定力要修一修。你给我的感觉，你还是挺自信的，但是这种自信也不能解决你面对事业的时候的那些麻烦。就是一个年轻人如果去做事业，我是说的不是找工作打工哈，如果自己将来，那叫什么？创业。创业，你需要很高的智慧和定力。Okay, thanks. I was actually thinking of going into business. I'm going back to school soon, and it's cool that you know that without me telling you. 感恩师父。其实我也是有在考虑说回到学校去读商科，然后就是但我没有再讲出来这个，师父您就已经知道了。对他，因为每个人有一个磁场，就是我们华人说的那个气质哈，他气质是不错的，这种磁场就是，他现在才20岁。所以他没有工作过，那20岁的人就有这样的磁场吗？有的孩子7岁就有这个磁场，比如说600年前的朱元璋啊，中国一个皇帝哈，他7岁的时候他就认为自己可以当皇帝。那他和小朋友做的游戏呢，男生呢？他就是说，我任命你做大将军，我任命你做元帅。有很多小朋友想不起这些词来。在女孩那时候，我封你为正宫皇后，我封你为什么妃子之类的。那很多这么大的孩子都不可能想到这些词汇。所以他7岁就有这样的磁场。他37岁就已经是皇帝了，那也就20岁了。那20岁的人身上他也有他的磁场，磁场的这个体现还是挺多的。但是在你的磁场之中呢，我还会发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我会发现你这个胸口这一块儿也有些问题，我会理解为，有时候。心脏不舒服，或者是呼吸道潜在的一些问题。那我再看一眼你的心脏哈。心脏小有问题。呼吸道不是很干净。现在，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否了解这一点。No, I didn't know that. 那你不知道哈。那你回去就会想起来了。好，师父，感恩您对他的指导。那么刚才师父也是说，如果希望事业成功的话，Elizabeth可能还需要在一个是智慧方面，另外是在定力方面更有所提升，那么可能对他的事业会更有帮助哈。那师父，那对于年轻人来说，想提高智慧、提高定力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方法呀？一个是有丰富的知识，学习，
定力呢，我都不知道是来自于什么，但是禅修会提升定力。就是虽然我很无知，但是我很稳重。他有这样的人。至于说未来的事业呢，有很有天命的人，他会说一边做一边学。而没有天命的时候，我提前把所有的知识都学完，等学完之后发现又失业了，该退休了又。所以这个就是没有这么高天命的人哈。那我讲的现代人听得有点糊涂啊，天命的人。那我所认为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呢，都有上天派你来的一个使命。比如说最富贵的人就是来到这个世上做总统啊，做国王啊，还有一些巨富啊，在有些人他的一生就是当老师，比如当中学老师，有些人成为一个研究者，那有些人天生下来就是做手工的，做手工也可以，就动脑力不行，这个我认为就是天生的你的叫做使命和职业。你记得我们看很多小孩子，就是你长大做会计，他不一定做得了会计，但是他的思维就是这样。对，我们会讲，就是你天生就是块什么什么的料。对。所以有些天生小孩就能做，比如说官员。那我们看到，比如说他15岁，等发现25岁之后，他真的到了政府部门工作，后来就慢慢升官了。他这个就是这样子。那你呢，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商人。所以我觉得你大脑中还有点空白的不知道要做什么，是吧？就是所以以后你可以学习经营、管理、策划这样的事业，可能是未来你的事业。你身上磁场是可以管人的，而不能做演员。虽然很多年轻观众都妄想，我将来我要拍电影，我拍电视剧，其实很多人就是你的职业的方向性就是一个定数。如果你走错了之后白绕弯路，最后你还会走向自己要走的路。既然你的使命是做一个商人的话呢，就是你就不如说从很早的时候就做这方面的准备，先做叫知识的储备，之后那你再去经营的时候，你才有这方面经营的方面的这个知识，就是让自己做这个事的时候更方便一些。Awesome, thank you so much. Yeah, and my dad is a businessman himself, and I was originally going into fashion, but I realized that that's not for me. And yeah, I'm going back to school for finance and business later this fall. So that's awesome. I'm getting your encouragement. Yay. 好开心啊 ，Elizabeth。感恩师傅。那其实呢，我爸爸也是一个商人。那本来呢，我是准备去做服装设计师的，但后来呢，我发现那不适合我，所以我现在又重新回到学校去读金融和商科。读个金融商科，这还可以。还想做个服装设计师，等他一做，才发现，不适合我。对。还好，师傅告诉他，这样就不会入错行了。那他爸爸现在不在温哥华吗？他爸爸已经回到了印尼。也是个商人哈。是。他们家自己有自己的家族的事业。对，家族的事业。那这样你其实加入进去不是很好吗？很聪明伶俐的样子哈。Oh, sorry. I'm waiting for him to finish translating every time. Sorry. Thank you so much. That's very sweet. 不好意思，师傅，因为前面我一直在等翻译，所以就是感恩师傅指导。就是他会有还有一些轻微的头痛哈。I do actually. I had this problem when I was a kid. It felt like a bullet shot through my head. It was super painful. 啥
确实，师傅，我是有这个问题的，我会感觉到像有个子弹穿过了我的头脑。就是他还从小，他还小的时候就有这个头痛的问题，头疼的时候真的就像子弹打过一样。那就很疼啊。So very painful, right? Yeah, it happened like once or twice when I was like 9, but that was it. 就是在9岁的时候出现过1到2次，但是只有出现过那2次。还有你小时候呢，可能我不知道是让保姆看着撞伤的哪里，就是面门这一块儿，从牙齿到鼻子都受伤了，挺严重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No, but I have chronic nosebleeds, like terrible ones. 没有，师傅，但是我是有慢性的流鼻血。流鼻血，那原因不是撞的了。I have no idea. 不知道。我认为是撞的。哦，就小时候撞击之后。如果叫人看着撞了之后呢，哈，就是他那是小嘛。如果请一个保姆帮你看孩子，撞完了之后给擦擦洗一洗，不要告诉父母，但是你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说嘛。对，但是这个伤就留下了。哦。所以你现在这个鼻子里头在看的时候，还是有问题。鼻腔里侧所以他刚才是说他会容易流鼻血。对。行了，身体问题不能再多说了。是。会吓到他了。好。That's so crazy. 行，就给他说这么多吧。那师傅也给他送一份礼物吧，给他一个祝福。好的。我送你一个呢，我亲手搓的八宝灵珠，就是辟邪用的。护佑。Thank you. 再送你一件我们这个八卦衫哈。我看你穿的有点少，你可以穿它。That's good. 但是这个型号之后再换你能穿的那个型号哈。Oh, thank you so much. 感恩师傅。不客气。太好玩了。感恩师傅哈，给一个年轻人这么详尽的一个指导。无论是从他的健康角度，还是他未来的事业的发展这些角度。好的。那再接下来呢，我们会带来一位年长一些的见证。这名呢来自于温哥华禅堂的 Leslie 他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学员了。好，我们来有请 Leslie。好，有请 Leslie。Hello, Shifu. Hello, everyone.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I started coming to Bodhi Meditation in November of 2017 for a health and happiness retreat. 感恩师父，感恩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那我的名字叫 Leslie，我是11月份，2017年的11月份来上的健身班。I had seasonal allergies for about 10 years before that. So every time spring came around, I would have itchy, watery eyes, a runny nose, I would keep sneezing, I felt tired, and I couldn't concentrate. 那在这之前呢，我是有10年的季节性过敏，我会眼睛发痒、流泪，经常打喷嚏，感觉到特别的疲惫，还有就是注意力不集中。So the following spring in 2018, the season rolled around, and I suddenly realized my allergy symptoms were not there at all, and I've never had to take an allergy pill since then. 那在参加过班之后呢，又到了一个春天。这一次我发现我没有任何的过敏症状，我连每天需要吃的一粒过敏药都不再需要吃了。I kept coming to Bodhi Meditation. Before I retired, I was diagnosed with osteoarthritis in my lumbar spine. That was in 2011. I was 57 years old at the time.
那我就继续来上课了。那在我退休之前，就在我以前退休之前，那时候我才57岁，也在2011年的时候，我被诊断出有脊椎风湿病。Because I was just about to retire, I was really upset because I thought I was having a lot of pain and I wasn't able to do a lot of things that I love to do. So I thought the retirement I had planned for myself, where I would be walking and hiking and swimming, was going to end up with me being just sitting in a chair not doing anything. 那是正当我要退休享受生活的时候，我被诊断出来的。这个呢，我感觉到非常沮丧，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我爱做的那些事情，我本来我计划去享受的那些事情都没办法做了，比如简单的散步啊、爬山啊、游泳这些我都没有办法做了，我可能今后必须得在一个轮椅里面度过。I had difficulties getting out of bed in the morning. I would have to move my spine and stretch my body before I could even get up, and I would have to do that for about 5 minutes, so it took me a while to get out of bed. 我起床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我必须要在床上这样子扭动身体，扭足足有5分钟，才能稍微的缓缓起来。And if I did any heavy housework like vacuuming, I would have pain that was so bad. It was 11 out of 10. I would have to lie down and just not want to do anything. It was even hard to get up to go to the bathroom. 那就最简单的一些家务活我都没有办法做，比如说吸尘，我一吸尘的话，我的痛感直接飙升到10分里面，如果是最高级别已经飙升到了11。我在床上一动不动，即使我想去洗手间的话，我也会憋到直到需要去才会起床。So after practicing Bodhi meditation for about 2 years, the pain slowly started to improve, and it went down to about 5 out of 10. 那在我禅修2年之后呢，这个疼痛感消失了一半。So I decided to plan a hiking trip to Ivavik National Park. It's 200 kilometers above the Arctic Circle. And I was hiking for 7 days in the Richardson Mountains, and I didn't have any major back problems. 那立马呢，我就去旅游了。我自己呢，给我自己计划去了伊瓦维克国家公园，它是在北极那边无人区那边。那我去登山了7天。So that trip gave me a lot of hope, and I really felt like I would have a much better, healthier, happier future. And it's because of doing Bodhi meditation practices. 那真的就是去了以后，我真的发现菩提禅修给了我太大的希望了。我觉得我今后呢，真的不需要在轮椅里面再度过我的余生了。Before that, with the back pain, I was depressed, I was frustrated, and very irritable. The pain just took over my life. It was all I could think about. I had to plan my day around it even. 那在这之前呢，我是感觉到非常的沮丧的，因为疼痛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中心了。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会围绕着疼痛来做计划。I had another problem. I was diagnosed quite a few years ago with an irregular heartbeat. And the cardiologist told me it was something called a parasystole, and that 25% of people with this problem can expect to have a heart attack later in life.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前几年的时候，我被诊断出有心律不齐。那这个呢，医生当时说25%的人可能今后会出现突发性的心脏病，是非常危险的。The symptom was palpitations, but I was having them so frequently, like every 30 seconds, I could actually feel my heart stop and then start again. And it was really scary because I was afraid to go to bed at night because I was afraid I wouldn't wake up, that I would die in my sleep. 那这个症状呢，就是会有心悸，但是对于我来说呢，这个心悸已经达到每30秒，我的心脏就会停跳一次。这使得我非常害怕，晚上不敢睡觉，因为我怕我会突然在梦中死去。So now since coming to Bodhi, I feel like my heart is much stronger. I don't have the palpitations as much anymore. It's quite rare actually. So I feel very encouraged.
那自从来到菩提禅修之后呢，我这心悸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那现在呢，我晚上也不再害怕睡觉，不再害怕我会在梦中去世了。And the final thing I want to share is the past year, 2022, was really challenging for me. There was a lot of illness in my family, my close family, and I had 3 very dear friends who died last year. So I lit candles for everybody, and I was chanting for everybody. And my sister and brother, their surgical outcomes were better than expected. And my niece, who was 38 years old, was in intensive care. She was in an induced coma and on a ventilator because of COVID-19. 那去年2022年的时候呢，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年。我很多的家人他们其实都得了重病，我有3个朋友他们去世了。那我给所有人呢，他们都点了灯念了佛。那对于我3个家人来说呢，他们的手术的结果比意想之中的好很多。Her kidneys had shut down, so she was on dialysis. She had pneumonia. She was having seizures. And the doctors told the family that they did not expect her to survive. 那当时呢，我有一个侄女，她是得了新冠住院休克了。那当时她的那个肾已经衰竭了，她还会癫痫发作，她还需要去做透视。那最后呢，只能靠呼吸器来维持生命。她还得了一种超级的细菌感染，抗生素是没有效果的。医生当时有告诉我们说，做好准备吧，她应该过不了这一关。So I lit a 49-day candle for her and chanted for her, and I emailed Master, and within 2 days, her kidney function started to improve. Within a week, the seizures had stopped, and within 2 weeks, she was off the ventilator. 所以我就立刻，我点了49天的灯，我为她念佛，我还写信给了师父。那很神奇，2天之后，她的肾功能重新开始工作了。1周之后，他的癫痫已经好了。2周之后，他不需要再用呼吸器来维持他的生命。She's still in hospital at the moment. She's still in hospital at the moment, but she's doing well with her rehab and she's making good progress. 那虽然他现在还是在医院里面，但他已经在康复中了，然后会变得越来越好。With all that going on, I think in the past, if I hadn't come to Bodhi, I would not have handled it very well. 如果是以前的我没有来菩提之前的话，我觉得我这一切我心情根本就接受不了。I would have been very anxious and worried and overwhelmed, but because of my Bodhi practices, I was able to stay calmer and I could think more clearly, and I feel like I was able to support my family in a better way. 我会感到非常的慌，会有充满着担忧，一切都会使我受不了。但是幸亏跟师父学习之后呢，我感觉我可以静下来，头脑更清晰了，然而这可以导致我更好的去帮助我的家人和朋友。So Grand Master, I don't have adequate words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and my love for you and all that you teach us and your compassion for us all. Thank you so much. 师父，我没法用任何的语言来表达我对您的感恩之情，对您的爱。好，这个 Leslie 讲了很多哈，都挺严重的问题。对对对。我们捋一下哈。对，就是对于他来说，可能最轻微的就是他的季节性的那个过敏。他说一到春天的时候，就是眼睛红、流眼泪，流鼻涕、打喷嚏，就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很容易高发嘛。这样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就是集中注意力，所以这个是对他来说是很难受的啊。我相信这个问题在北美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季节性过敏，就是春天花开始。就花粉过敏啊，或者是其他的任何很多过敏因素就会造成这些问题。那么他也是2017年的时候来到菩提了就开始参加很多健身班。那通过健身班的第一个健身班之后，他的这个过敏性的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康复。
所以他特别有信心。真是特别好啊，你说这个效果特别的好，一个健身班以后，其实他这个过敏性的这个问题，季节性过敏性就也都是几十年了啊，也不会是说1、2年的了，所以都是一些很顽固的这种症状的话，一个健身班就让他这些的问题就解决了，真好哈，非常的好，有效，很有效啊，对，就接下来听了比较刺激的那个，就是他疼痛哈，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的一个叫脊椎风湿炎。其实后来我可能感觉了一下，就是应该可能是因风湿引起的这种脊椎炎啊，或者是这样的话，对他来说是13年了。那这个病其实也是就是会慢性恶化下去啊，很难康复的。医学上也没有办法，就是说还能够纠正和康复了啊，最多是说通过一些治疗的方法。让它不再恶化，就已经阿弥陀佛了，但这个问题其实刚才的就是我们讲起来脊椎侧弯，它也是发生在脊椎上面的。那么，其实对于他来说，他自己都能够预见到，因为他自己是护士啊，他的职业原来就是护士，所以懂这些医学知识的。所以就是说啊，一旦听说确诊了是这个疾病来后，他可能会讲未来什么退休生活还去旅游啊，去登山呐，或者去游泳，不可能啦。那最后可能就是他的结局就是要去坐轮椅的，就要靠别人伺候。对。哇，他痛苦啊！而且他这个很痛，就是说。对，就是他说那个吸地吧，吸完一场地这个劳动量就要他必须躺到床上去躺了，而且他形容那个疼痛感。如果说10级是最高疼痛的话，那种疼痛是到了11级，就是极端痛苦、极端疼痛。哎呀！对，这也是非常应该说也不常见了，但是也是非常疼痛的一种疾病。那太痛苦了，这人生。是，所以对于他来说就非常的绝望 ，frustrated。对，他过去做护士，去帮助伺候别人。他最后想想得了这个病，可能接下来的后半生要靠别人伺候。哎呀，想得好悲观呢。是，其实我们没有就是得过这种疾病的人，就很难想象自己，就是因为他一直在经历这种疼痛嘛，所以他说他其实后来退休的生活最主要就是在抗病痛了，就是抗疼痛的这种环节中来度过的。其实每天想的就是怎么让它不疼。对，真的是挺可怜的啦，真的是，很痛苦。那后来也是禅修2年之后，他的这种症状就开始慢慢减少了就是原来是11分的疼痛嘛，就10分最高级，它是11级的疼痛的话，它现在在逐步减少，越来越轻了。这种脊椎的这种痛苦现在他如果形容的话，可能就是5左右的疼痛，就减轻了1半了。所以他就说，哎呀，现在没那么痛苦的话，我就开始尽量的去恢复正常的他的这种活动。那么他说，他之前他还去了一次将近北极圈了在一个山里面去登山了，去做这样的一个活动7天的时间。他重新觉得，哎呀，我能够来到这里太不容易，太了不起了。没有想到我患了这种疾病以后，还能够再来到大自然，再做我比较热爱的这个爬山的这样的活动，太喜悦了。我觉得他的心也够大。得了那么严重的脊椎的病，应该叫痛得要死来形容，对不对？修了禅修之后，不怎么痛了。他非要去登山7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加拿大很杰出的人才。就是像中国有那种挑战的话，就不到长城非好汉，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累死也得去哇，那个病刚好了，立刻就到无人区登山。对，无人区还是挺挑战的。无人区真出点事儿都没人救这莱斯利也是个奇人。
Is that a risky adventure? It was a risky adventure, but fun. 这下次我推荐他去南极啊，去南极啊，连鸟都没有啊。No people, no bird. I'll meditate with the penguins. Penguins? 我会跟鸟一起来禅修。真厉害。但也是给憋坏了，他这个痛了好几年哈，不敢出门。好不容易这种我觉得是感觉他重拾人生希望的一种体验，他会觉得人生又回来了。那我也相信他是在出这个远门之前哈，他的很多运动和感受哈，他觉得完全都已经康复了，这才敢到那无人区去，对不对？就像艺高人胆大一样哈，就是事实证明他的体能真的康复了，啊，真是很棒，Right. I also want to share, Grandmaster, that I've been doing Bagua now for 500 days. 师傅，我还想跟你分享，我已经走八卦500天了。我就建议哈，等你那个走到1000天之后哈，看咱们要不要一起登珠峰去？Oh. 欣然应允啊，走吧。怎么样？同意吗？ Agree？ Oh, of course. 来吧，他胆子太大了，这个啊，很有信心很有信心。 ，very confident。但是走1000天呢，通常我的经验哈，就是你的身体变得就是你的身体机能可能回到30来岁的样子，这已经很棒了，就是。可是他实际的年龄来说，应该超过60岁吧？哈。我不好意思问他。我也不好意思问。Oh, 68. 我已经68岁了。 68哈。哦，看见了。就等他走到1000天的时候，就差不多70岁了哈。那个时候他的身体机能就回到30岁的样子，大概是。Very nice。可以去滑雪呀、划水呀，去搏击呀，跳伞。跳伞，打猎，跳悬崖，跳悬崖腿上绑根绳子那个哈。啊，对对对，对，极限运动，反正我是不敢跳，我觉得活得好好干嘛跳那个，也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跳哈。总是一件可以非常的享受自己的人生了。对，反正来说，他呢学了咱禅修之后，他真的很受益。前面咱们讲了2大项了哈，很棒了。对，对好，接下来还有第3项，还有第3项，就是他有20年的心律不齐。啊，我们其实听到觉得心律不齐在心脏病当中算是不太特别严重的一种病了，就是它不是按正常的有规律的跳动，就突然一下快一点啊，突然一下可能慢一点啊，这个是我很有限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知识当中告诉我，它就是没规律，但是人会难受，因为它不规律的跳嘛。但是 Leslie 的他的这个案例呢比较特别是什么呢？他说他能感受到心脏停止跳动，就是他的不齐不像别人是快和慢之间，他会一下子就停了，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信号。可是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呀。就歇一会儿是吗？对呀，他走2步歇一下，怎么了？是不是一种随时可以休息的心脏 ？Take a rest 。但是呢，就是这是一个不太好的，就是信号和症状了。对他就会知道这个是很严重，因为你哪一次不知道是哪一次停跳，它是这个应该说间断性的停跳，还是变成永久性的停跳？因为他也有这样的医学知识嘛，所以他就特别的紧张，就是。我自己在猜想哈，就像如果我们知道，以前我们经常听说那个第2只靴子的故事嘛，就是你掉了一只靴子下来以后，你就老在等，那第2只该什么时候掉下来，对不对？其实像他懂这样的话，
心脏停跳以后，你肯定就要再等它恢复跳动的这个正常的感觉，所以这种担忧就会让他晚上整宿睡不着觉，他都不敢睡觉，是因为他怕某一次停跳就会变成永久性停跳，这就代表人的去世了，就要死亡了。那这个问题它是不是很久的问题了？是不是？将近有20年。哦。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应该来说是致命性的一个疾病了。那么后来禅修之后，他好了没有这个问题？好，就是在2018年，他也是经常参加课程嘛。他在18年的第2个健身班上，就是当然他是在一次加持当中，好，他是感觉嘣一下子好像这个胸口就是好像被什么击了一下。重击了一下以后，他这个心跳就是暂停的这种状况，这种症状就消失了。哦。就好了，这种症状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哇，应该有了不掌声起哦，这就是奇迹。这是不能通过药物来治疗的。对，关于这没法理解这种康复哈。对。和我们第一位莉莉那个正骨那个有关系。对。好像都是神的杰作哈。对。哦。这就是佛菩萨给予他，师父给予他的。给他换了个新心脏。对。对吧 ？Yeah, you have a new heart now. 这里头卡去一下，他自己也不知道，就好了。就好了。我的天哪，这就是奇迹。对。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严重的病哈，我自己小时候体会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瞬间，就是觉得咔一下好了，就是好了。这很奇怪。但是你那个病来的时候吧，看了不同的医生就有不同的说法，都觉得反正这个康复都是很艰难。但是在修行中呢，也该好了，就那一下咔就好了。对。因为他都体会了3种大问题，所以他多感激呀！不是他这3种问题太严重了，对，过敏症都算最轻的了。我就是说嘛，这过敏都算最轻的了。这个强制就是他的那个脊椎问题，其实它是一种慢性演化的症状，但是很折磨人，其实也是很痛苦的一种病。会让你慢慢的因为疼痛和它的恶化，丧失你的那个肢体的活动能力的。对。那心脏病更是。随时可以要你命，就是这样子的。而且越是随着年纪增大以后，这个心脏病它的问题只会越来越恶化和严重的。对。你看这两大非常应该说是，非常不能全部致命吧，真的是很可怕的疾病。都算是致命的了。真的是。但是就是经过了禅修以后，机缘来了的时候，全都康复了。他刚才还讲到，就是他感觉到好像自己这个大脑智慧哈，好像比过去还好了。禅修之后，你记得吗？他那么说。菲菲有印象吗？我记得他说这句。好像这个头脑比过去好使了。有这么说过。是。我觉得这个说不说都是这样子。就是你的那个比较严重那个病都好了，但是呢，我们在修这个法的时候所获得的能量，其实我们身体之中最敏感的位置在哪里呢？是大脑。而所以我们的病都好了，但是我们的大脑呢，得到这样的慈悲能量的这样的一种加持就让我们的大脑呢，第一个就是康复。因为你随着年龄，它越来越这样败落、衰退嘛那么等它自动这个康复，还有一个呢，就康复之外，还有一种在提升。就变得比之前更好了。那么这个我不再深入的讲就是我们通过禅修，人会变得越来越智慧，越来越聪明，这是个必然现象等有一天我会展示很多科学的数据来给大家看。就是经常禅修的人呢，总是有很多好主意，把很多的事情都能够安排解决得非常好是。好，感恩师父。那其实2022年对于 Leslie 来说是非常。应该说是挑战的一年，
因为那一年他前后相继有好几位亲人和最好的朋友相继去世。对。他说，如果不是来到了禅修，跟师父来学习，除了身体的健康受益外，更懂得了这是一个人生的规律，或者是说一个宇宙的规律之外，那么这几位亲人相继去世来说，对他的打击，他可能今天都会忧郁了。就是人是很难去接受最亲的亲人突然都离开自己的这种事实。就是知道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的心里是不愿意去接受，更会把这种事实转换成一种心理折磨，折磨自己，是一种痛苦，极大的痛苦。但是他说跟着师父学习以后，懂得了这种人生的规律，这种轮回的这种规律以后，他心里现在会觉得轻松很多，能够来正常自然的来面对这种死亡，这种失去，就是承受力提升了。我觉得也是一种智慧，看破了这些人生了。对，已经很好了，看透了。我们就他的问题就总结到这里吧。好，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好的、精彩的故事哈。好的，好的。好，我送莱斯利一颗八宝灵珠。还一件八卦衫，特别好。好，感恩师父。好，祝你健康长寿。收到。哎呀，这么严重的问题啊，都好了哈，但是也是经历了一点时间呢。像他这个可能前后已经有2、3年的这个禅修时间哈，2、3年，得5年了加起来哈。对，有这么多的受益啊。那通常人的这个健康哈是越来越差啊。你比如说有病吧，得不到医治。而随着年龄，它越来越严重。可是呢，莱斯利呢，都逐个的要命的病都康复了。是的。真是好哈。对。哎，一个焕然一新的人。多亏了师父，多亏了我们菩提。好。感恩师父。好。师父，接下来呢，来到现场的是我们一对母女哈，佳美母女。这对母，她们面对的也是一个人类很难治愈的一个，就是让人头疼的严重的是哮喘问题。所以而且他们是家族性的哮喘，我们来听一听，佳美给我们带来的她的分享。我叫佳美，75岁。那我现在能够那么健康快乐的在这里给大家分享我练八卦的那个收益。要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推出的八卦内功。我以前的身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因为我从小从10岁左右开始就有哮喘，是家属性的。那每年到春天、秋天，那都是哮喘发作的季节。当时也没有什么好的药，就只有那安察健检那个药片，那个药片控制不住，就用激素，然后心脏都是给心跳很厉害。后来呢，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那个哮喘的药也渐渐的越来越好了，有很多喷的药啊，等等等等。但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那个哮喘的也跟着也越来越厉害了。那结果呢？后来，到我年纪大了以后呢，到了温哥华呢，那个家庭医生呢，帮我用了许许多多的那个喷的药，换了又换，但是呢，都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它给能够根治。能够不让它发。那你最厉害的时候，这个喷的药一天要喷几次？最厉害。后来他转到那个专科医生那里，专科医生给我做了各种的检查以后，他决定给我加药。然后呢，他是早上喷2喷，晚上睡觉喷2喷。以前就这样了，但不够。他然后呢，再给我中午10点左右喷2喷，到3点左右再喷2喷，就一天喷8次。那这个药喷好以后，马上要漱口的，就喉咙就哑了，而且心跳也很厉害。
哦，这个副作用这么快就体副作用现出来了。很多的。那但是这个就算这样，有时候也是控制不住，有时候不知道有什么诱因，我就哮喘又发作了。晚上睡在床上呢，我就不能躺平，那就靠在墙上不停地喘气。这时候我再加喷那个东西，那吸了也没效果，那实在不行，我只能叫女儿了，那没办法了。那你要给我送急诊了，否则我气喘不过来，要死掉了。那女儿也没办法，那就用汽车送我去看急诊。医生也是，到了医院也是开红色通道，马上给我吸那种非常也是激素类的了，就是雾状的激素类，就戴个面罩了，面罩，哎，让我吸这个，吸了1个多小时以后呢，总算把哮喘遏制住了。但是呢，我心脏跳得非常的厉害，有200多跳，哇，我都就200多跳，都感觉心脏要跳出来了。我都走路都走不动了，我扶着墙角慢慢的移动，啊，就这种情况了，这个哮喘就很厉害。然后呢，我睡觉也不好，那我一天呢要4、5次起码的去上厕所，然后呢，上完厕所又不能马上的就睡着。然后呢，就是因为用哮喘嘛，就用的激素用的多嘛，又导致我的心脏出现了房颤，有时候心脏还有发心脏病、房颤。我的天！那就这种情况过来了以后呢，晚上又睡不好，然后呢血压又高了，什么胆固醇啊高，什么。甘油三酯什么这些东西又高起来，三高起来了，三高又高了，也控制不住。后来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我突然一天早上起来，怎么右手右脚不会动啦？右手右脚不会动啦？右手右脚。后来送到医院，后来医生说给我做 CT， 然后你是脑梗死，中风了。那他说还好，你来得及时，然后马上输液啊什么给我治疗，然后呢就是后遗症呢就比较轻微了，不是现在呢右手右脚总是有点不太舒服，但是呢没有不能动的这个就没有偏瘫，没有偏瘫，那这样那就是就是生活好像在家里好像是。那小孩子们的累赘那样，自己年纪老了，活得一点都没尊严，心里很生气自己，感到很悲观的。就这时候呢，女儿呢，她也是真是感恩师父了，在网上呢查到，怎么有菩提禅修这么好东西啊？她就马上到那个就是列治文的那个好像列治文中心当时好像有那个CD片买了，他请了 CD片以后呢，就八卦中心那个时候，对，就放，就在家里的大电视里面放。我一看，哎呀，怎么有这么好东西啊？我一定要把它练好，我一定要改变我身体的状况，我要健健康康的，那个年老了也活得有点尊严，是吧？所以你开始自己在家里学。我在家里学，我在家里学呀。然后我一有空呢，我就抓紧时间。我们家对面就是中央公园嘛，我就去练走八卦。开始我在走不大动，走走西西，总是一天呢坚持1圈下来。那这样呢坚持了2个月以后怎么睡眠改善好多啊？我太开心了，于是我就更抓紧时间，练得更起劲了，就渐渐的越来越抓紧了。一天早上练好了，中午午睡好了再去练。有时候晚上呢，吃完晚饭没事做，我再练半个小时，就这样练得很勤快。因为没办法，因为人到了这个绝望的时候，就那没办法，我就觉得我就像一个落水的人抓到救命稻草那样，我一定要把它抓住呀！就这样，我就拼命的练。就这样的我就发现了，通过练功我怎么哮喘好像气不太怎么喘了，我就试着渐渐的减药，我就10点的那个药我减掉一点没什么关系嘛，再减一点晚上下午3点的也减，到后来渐渐经过2年多的这个练功以后我把药全部减掉，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再吸过。然后呢，我的睡眠也改善了，以前要4、5个小时起码的，现在呢只有1、2次。然后呢，我小便以后呢，
马上就入睡了。起夜多了，以前4、5次。对，就一个晚上不能睡觉，那就免疫功能很差，就是所以要脑梗啊，那没办法，三高又高上去，就现在这样一来，睡眠又好了，那个哮喘又不怎么发了，也不发了，那然后呢，就是高血压啊什么。都恢复正常了。本来我一直去看，我的血压怎么老是高，怎么老是降不下？医生，我给你换一个，换了还是不行，再换。血压药也换了好多种品种啊。现在我又不用换，我吃一种最简单的那个药，我吃一片，我也不敢多吃少吃。医生说你这个药是最起码的了啊，不能再少了。他要一天起码吃2片，这个药是最普通的那种药，不是最那个厉害的药。但我呢，我还是控制得很好，血压啊什么，胆固醇啊什么，我现在都控制得很好。那哮喘呢也不发了。然后呢，本来是家里的累赘啊，那动不动要叫孩子们送我去看医生啊，什么去急诊啊，忙也忙死。但现在呢，我能够帮他们做家务了，给他们回来，他们下班回来，我能把饭菜烧好啊。有时候孩子没人看啊，我能帮他们看看孩子啊。觉得在家庭里有价值了。对呀，我觉得我自己。老了，我觉得我自己有还不要人伺候，非常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我真的是太感恩了，感恩师父。我刚刚听到佳美师姐哦，她讲话语速很快耶，而且一气呵成，对不对？我心很急，我怕我讲不好。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反复的练了几次。她讲好了以后呢，我至少听到她哈，现在一点都没有这种气喘的声音。没有呀，我没有哮喘。而且我练八卦不好意思，我当时因为家里路远，孩子们就上班又很忙，我也不好意思让他们开车送我去，我就自己练的。好像师傅也知道我这个动作都是不太标准的，我自以为标准了，但是效果也是都有。不标准效果都很好，就是坚持效果就出来，坚持好效果就出来了。好，谢谢，感恩师傅，谢谢大家。很好，感恩。佳美的女儿哈也在这里，要不要讲2句啊？好，你介绍一下自己好了。哎，你好，大家好，感恩师傅，我是佳美的女儿，我叫夏薇。然后呢，我呢和我妈妈一样。我也有家族性的哮喘，所以妈妈说的前面的症状呢，我基本上都是重演一遍，我就不用多重复了。然后我也是最高剂量，我要每天要喷8次，然后每年可能季节变化的时候要这么折腾2次，然后我除了这个呢之外呢，我在40岁的时候我得过一次尿路感染，然后在这之后呢，我真的很不好意思，我出现了有漏尿，你知道，就是那个。尿憋不住，然后呢，这个东西会越来越严重。最严重的时候，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必须要用到尿布。哎呀！然后我，你年龄不大呀？是啊，这个就是我特别觉得我的尴尬的，这很尴尬的事情。然后晚上的时候，还有的时候睡不好，因为要起来要上厕所，然后上了厕所之后就。又回去又睡不着，然后有的时候呢，我就干脆就在厕所里边坐在马桶上拿一个 iPad 开始学习，因为我自己是做电脑嘛，本身就要工作压力也挺忙的，挺大的，然后要不断的去更新自己的知识，要不断要跟上时代的节奏嘛，然后有的时候就做到很晚啊，觉得真的很困了，然后再回去睡觉，然后第2天起来都是脑子昏昏的，然后到这个时候呢，但是整个这段时间觉得自己还可以撑，但是到了2022年的8月份，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得了新冠，那个时候真的是对我打击非常大。第一，我的哮喘喷到最高的剂量就是8次，我觉得也是控制不住。那我觉得就没有办法，然后你就只能自己忍着，然后那个漏尿也是一塌糊涂。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自己觉得走路走不动，然后要去接小孩的时候，真的是很讨厌的小孩。他说：“妈妈，你走快一点。”我根本就走不动。然后那个时候到最后就是在得了新冠之后1个月，后来我真是身体弱到没有办法，只能是在家休息了2个月，请病假请2个月，没有办法上班。
然后在这2个月的时候呢，因为当时我已经知道禅修了。在这之前呢，也有不好意思，也有走八卦，但是没有那么认真。在这2个月的时间呢，然后我就给自己下了一个决心，我非常认真的到禅堂里边，然后就上了3个班，密集的上了3个班，上了八卦基础班，上了第2个是半天的减压班，再上了8天半的健身班，然后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就这2个月的时间里，我真的是抓住了机会。在这个，我觉得我的健康有突飞猛进的改变。然后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可能是第3天走八卦的时候，本来就是因为我要喷8次那个药嘛，我一直是随身带的。那天我居然就到八卦这边来走，我就忘了带了。哎，我本来就很慌张，哎怎么办？然后走，我发现我那天我就不需要喷那个药了，我就自然而然就把那天的中间的那份剂量给减掉了，就当场就减掉了。然后后来也再也不需要恢复到那么高的剂量了。然后到现在，大概是过了有半年的，我现在哮喘已经完全不用喷药了。太好了。然后我的漏尿的，我觉得也好转了有80%。本来在那个每次走完八卦不是收工操嘛，哎，大家起来跳一跳，我觉得我不敢跳啊，对，我真的是不敢跳。然后大家哎，现在是走过，大家跳跳，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我有信心的去跳。然后，然后整个禅修带给我的感觉就是，我本来觉得自己我今年46岁啊，我觉得我从年龄来说，我还是个中年人，对吧？我觉得我的应该是正值壮年，我怎么会有这种漏尿这种是感觉未老先衰的老年人的那种，对啊，老年人是老年人的，觉得是，哎呀，我想我还有孩子还很小，我怎么变成像老年人？觉得是人生突然之间。到了一个伤感了，对，到了一个好像是脱轨了，然后通过禅修就很快的2个月把我的整个人生轨道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面。就2个月，然后在这之后，我就觉得身体还在慢慢的好转之中，越来越好转。也听他们母女俩讲的哈，尤其是让我想起美国硅谷这帮朋友们哈，成天就坐在电脑面前，而且呢，他们也本身也是电脑迷。他们是这样，和你一样上厕所，屁股底下的马桶是 LED 的，哎，可以看着各种信息和电影，手里搬着2个，一个是怕公司来信息，还拿这个看电影，还在就是研究新的什么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做这个 IT 类的人都是这样子哈。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动作，一熬10-20年之后，满身都是病，就是出现像您讲那个未老先衰。男人有男人问题，女人有女人问题，就都是这样子。你是像在硅谷之中哈，你那个算是中等情况，不是严重的，不算严重的。对，在硅谷很多都是做到快神经病了，都是，哎，这更严重。所以的话呢，硅谷那边哈，我们那边有禅堂哈，叫硅谷白莲禅堂哈，对，就赶快去到那儿联系哈，一会儿找找他们的讯息，一会儿贴出去哈，哎。像你们娘俩算幸运，咱们说一下你那个哮喘哈，佳美哈，这位妈妈哈，哮喘你自己得哮喘的人就知道了，医生都说了哈，不看哮喘，因为医生要看哮喘只能失业，因为没一个看好的，看不好，他给你喷的那个东西啊，这是最不能喷的，使你的大脑、骨头、心脏，甚至你的身体容易产生这种各种激素的这个东西，全部坏死。哎，所以就是现在我也不知道你弄什么药弄的，你在说话的时候，我在看你的头那里，对，像左脑部都有些萎缩了，都是。哎，你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你这样的结果哈，将来容易出现，还是脑上容易出现最后的一个障碍。所以好好练，把这个身体激活起来，把脑袋重新激活恢复。但是我也想哈。就说你脑还受过伤啊，还哮喘这么多年，你都这么能说，这中间连个逗点都没有。真的。
一点儿都不带喘的。对，关键他现在不喘了呀。说如果让你这么聪明的人年轻一点毛病没有的话，这个世界别人还怎么存活？怎么还有生存的机会？给别人一点机会吧，留一点机会。所以让你哮喘吧，我们就干活去。趁你喘着的时候，笨的人赶快来工作，就是。太聪明了，这娘俩这个脑袋没得比的。哎，这个女儿，我这么说你妈，你觉得对吧？哈。我妈妈是很聪明，其实我妈妈她太谦虚了，她是我们家的主心骨。肯定没有很霸道。没有，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在一个转折点，我看样子好像平时不太理她，就转折点我其实是很尊重，很想听她的意见。重要的时候都要征求妈妈的意见。所以现在大家一定要学会恭敬女老板。是。女老板，你的 CEO 啊、董事长是女的很正常，很多男的都被篡权，表面上是个男的，其实背后有一个女的在当真正的老板，是这样子的啊。他一般女的比男的心眼儿要多，你们想想哈，在场的男的同意我的说法吗？肯定，我们说英文的得理解一下啥叫心眼儿多呀，是不是？我说我们听英文的这些网友们还得理解一下啥叫心眼儿多呀。心眼多就是心脏上眼儿多。对呀，转得快呀所以咱们就可以说，当年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那时候国家很兴旺、很兴盛哈。后来又改回李家再统治的时候，我觉得还不如让武则天当，他应该多延寿才好。哎，对，所以这佳美，你说这，我说你要不哮喘，这个世界真麻烦，对，幸亏现在好了哈，可是年龄也大一点了。哎呦，他是70年的哮喘哦，我是之前有听说那些哮喘的小孩得的时候，说有一次机会，就是小孩在身体发育的那一次机会，如果有运气好的话，那个时候加上治疗，加上营养提高，反正加上什么，有运气的话可能会改善，或者是说哮喘好，但是都没想到像他们这个到了中年，甚至到了老年，70多岁了还有机会能够改写，那我从来没听过。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好。我想这个哮喘肯定是一辈子，气喘不过来，到时候就死在这里。是不是一下子好了，觉得不太适应了？听你说话，这个你怎么着还得要回去啊？真的没想到，已经不哮喘了2年多了呀。就好了2年，稳固下来了。是的，其实你看那个夏薇就是她现在也还是比较的轻松了，感觉她这哮喘史都已经40年了。你说一件事儿你怎么弄背在身上？夏薇这个哮喘都对，因为我是家族史，我们是遗传的，生下来就这样。对，生下来遗传，小时候不知道，太小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感觉的。然后当你比如说5、6岁的时候，你就会有哮喘。当时小孩子的时候，当时也没有什么好的药，那你就忍着呗。然后现在有比较好的药。你爸真是上当了，就没仔细考虑过哮喘还能遗传。你爸也知道哮喘遗传就。那麻烦了就，你妈就单身的。我们就怕这个哮喘不知道会不会遗传到我们下一代，所以这个也是想问问看。不知道。好，送你们娘两个礼物哈。谢谢。这是给你们保佑你哈。这个呢，给你们拿来修行念佛的，好吧？好的。我念佛。健康长寿。收到。好的。感恩师傅，好玩，真的是感慨。哮喘急死一生这是急死一生的病啊。对，所以在咱这儿好了。很少听到就是几10年的哮喘还能够康复疗愈的，真的是急死人的病啊。真是，好。那这个顽疾哮喘的顽疾现在也是在禅修和八卦的这个康复下面，我们这个顽疾也克服了，真的是很奇迹的一件事情。好，那再接下来呢，我们还想再听听来自于叫 Gitika 的一个分享他是我们的一位新学员，来带给师父和网友们的一个故事。好。好，欢迎。师父好。你好。Hi everyone. My name is Gitika, and my mom is sitting besides me. Her name is Vandana.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Master Ajahn Bodhi to bring back happiness into my life by way of teaching us Energy Bhagwa. 师父好，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基提卡。那坐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母亲，她叫瓦萨娜。首先，我想先感恩师父，您将快乐和开心重新带回到了我的生活。So I would like to share my story with all of you. In 2007, I lost my brother in a car accident, and in 2021, I lost my brother-in-law. And then later in 2022, January, I got a severe shoulder muscle injury at my workplace. It felt like it's like bleeding, like my shoulders, somebody have cut my shoulders and it felt like it's bleeding. Also, I had severe headache as if somebody is pushing from both ends. 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我的哥哥出车祸去世了。紧接着2021年的时候，我的姐夫又去世了。在2022年的1月份，我受了工伤，我拉伤了我的肩膀的肌肉。这种感觉啊，就像有个人拿了一把刀砍了我的肩膀，我的肩膀一直在流血。还有呢，我有严重的头痛，我感觉到有人啊拿着手就使劲的在挤压我的头。So I dragged myself to work until March 2022, but then I gave up because the pain was so bad. 那没办法，我还是强撑着继续工作，直到3月份，实在是受不了了。So then from March to August last year, I was kind of at home. And my sleep was bad. I used to wake up in the middle of night. I didn't have good appetite. I felt sad, didn't felt like meeting new people. So one day in August, I don't know what came to my mind, so I just looked up for meditation, and Bodhi Meditation Center was the first thing that I saw. And I enrolled myself into the Energy Bhagwa classes. 那我当时受不了了，我就辞职了。那从去年的3月一直到8月，整整5个月，我就一直宅在家里。那在家里呢，我胃口也不好，我半夜呢也睡不好觉，经常会醒来。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沮丧，我也不想出去见新的朋友。那这样子呢，一直到8月份，我想不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去网上我去搜索，说搜索禅修，然后菩提禅修就出来了。那我马上呢，立马就将我自己报了一个八卦课。So during and after the classes, I started noticing the change in myself. I didn't used to wake up in the middle of night. My sleep got better. I had good appetite. I started eating healthy. I started mixing up with new people. And it felt like happiness came back to my life, and I felt like me, myself, like I got myself back. 自从上了这个八卦课之后呢，我感觉到很多的变化。我睡眠变好了，我胃口也变好了，我性格重新变得开朗了，我愿意去见朋友了，还有我重新感受到一种快乐。我觉得我自己又重新回来了。Also a fun fact, I started doing my makeup and nails done and hair done. So yeah, it was a very good time that I had, and it still continued on. After looking at the changes in myself, my mom and dad took the classes here as well. And my dad, he also took stress relief and happiness retreat class. Right now he is back in India though, but he misses being here a lot.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开始爱打扮自己了。我会去化个妆，我会涂个手指甲，我还会穿好看的衣服。那所有呢，我在这边待的时间，我都感觉到非常的快乐。我爸妈看到我的变化之后，他们也来上课了。我父亲呢，参加了八卦班。虽然呢，就是他现在已经回到了印度，但是他非常非常想念菩提禅修，想念在这里的时光。The shoulder pain and headache was not there anymore, and all of you can see me today. I'm all fine.
Yes, thank you so much, Grandmaster, for all your teachings. It always feels like home being here, and thank you for organizing free meditation classes for the public. I'm really grateful to be here. Thank you so much. 那现在我的肩膀的疼痛呀，还有我的头疼，已经全都消失了。大家能看到我现在在这边非常的好，非常感恩师父，感恩宗师。我每次来到这边的时候，就感觉像回到家一样。然后特别感恩宗师，您的免费的禅修课真的帮助了我们，我非常非常感恩。Also, it will be greatly appreciated if you can provide some guidance on my career and love life in the near future. 然后师父也想请师父帮忙看一下，看来我未来的这个工作，还有我未来的爱情是否会好。好，好，好，师父，那这个Gitika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过往哈。对。那其实原来是他还在小的时候，他的哥哥就在一场车祸中去世。那这个哥哥的去世，其实给父母亲也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对。那他作为女儿，就是在家里经历的话，也是很悲伤。那么2021年的时候呢，他的姐夫也去世了，所以再一次其实给他们家庭带来这种巨大的心理创伤啊，失去亲人的这样的一个巨大创伤，其实爸爸来说、妈妈来说都很痛苦啊。那他也是一起陪伴着啊，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变故的这种痛苦。那到了2022年的时候，他2月的时候肌肉拉伤了，是肩膀这边伤。那他说这种伤就像好像有人用刀切割他的肩膀啊，让他都感觉肩膀还在流血似的那种极端的痛苦。那到了3月份，简直撑不下去了，他只能辞职啊，就是在家宅着啊，其实就是在恢复和养伤之中。在这个举头啊，真的是走投无路之处的时候，他就到网上去搜寻，他也希望通过禅修的方式哈，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玩。他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可能这种身心的这种创伤，他希望通过禅修来找到一种安宁吧。结果就一看就看到网上有我们菩提禅修的介绍，就来了。就开始走八卦了，其实就是一个八卦班，让他一下子就从这种阴霾中走了出来。这是什么表现呢？首先是这种痛苦感啊，这种心有活力了，这种痛苦的感觉就少了，然后他就感觉慢慢的就恢复了，也开始觉得我要重新振作起来哈，重新振作起来，开始打扮自己呀，走出家门呐，不能再宅在家里了，开始这种恢复了正常生活的这种愿望。和他的自己也开始这样的一种投入了，现在感觉到越来越开朗啊，胃口也好了，睡眠也好了啊，健康饮食也好了啊，他也是希望一切都会变得更好。那么后面他也想请教师父的呢，是关于他的职业未来的发展，包括他的爱情生活的一些请求师父的指导。他也是一个经历了痛苦的这样一个家庭经历的人年轻的小姑娘打击是非常大。2个亲人相续离世都是年轻的人是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夫，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年轻的。对，那他讲到呢，就是他那个有时候那个头痛好像被东西挤压。挤压的这种疼痛，这也挺特别的。那一年他那个肩膀好像背后被人砍了一刀。这个有人描述过类似50肩或者什么样的肩痛。也有类似的描述过，我听过。但是他很年轻啊。是。那个痛是怎么回事呢？也说不清楚对。但是他有长期的头痛。好像有失眠是吧？对。也没有胃口。其实他就是感觉，自己就是有点就是抑郁寡欢的这种感觉啦没有兴趣，没有快乐没有阳光，没有胃口，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
也不愿意出门，就是这样子。那真是抑郁了，就是。哦，所谓的忧郁症就这样就产生了。哦，这么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哈。但是呢，她在网上搜索，就到咱们这儿来学了学之后，还真受益了哈。像这些都改善了。听说现在有工作了哈。对，其实就是当我们在情绪上，应该说也是进入一种不健康状态的时候，通过走八卦或者是禅修，也是会非常快速的改变我们这种心理上、精神上的这些没有能量感呐，还有就是这种忧郁感呐。也是会得到极大的改善，而且这个效果也是很快的。他就是参加过八卦班之后，会觉得我就恢复了活力，又感觉到生活有乐趣了。其实就是这种改变。那他的未来的话，我都要走近他看一看。好啊。好吧。来。好，师傅要近一点看。好，我们稍微。好，师傅现在走到他面前。Can you turn? Yeah. Hands, please. 可以了。好，感恩师父。Yeah, take a seat. 好，师父刚刚下来仔细的看了一下 Deetika 的面相啊，包括也看了一下他的手哈。接下来我们就期待师父给他做一些更深入的人生的指导。好好奇呀，师父。我觉得也就很容易解释哈。这小姑娘还真是挺漂亮哈。是呢。找对象没问题。Okay, no problem。这是没问题。应该就在你人生路上前面就在等着你哈。哦，太好了，美好美好。还有呢，她未来是会成为一个富婆。哦。他也很高兴。就是比一般人富多了。就是他的手相中哈，我都讲过，他手相中啊，就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大元宝的样子。哦，我也要看。尤其你看他右手上，你看到了吗？还真是呢。是吧？这明确的一个大元宝。这个五岳隆起呀，这个手。对，它每一节都很漂亮。但是它在手面相中，就是有哥哥和姐夫哈，这英年早逝这些，在他的相中也有呈现，我就不讲了哈，那个点，因为天机不可泄露。就是但是他自己还挺好的，大富大贵。收到收到。恭喜。
感恩师傅。Thank you, Grandmaster. 还有问题吗？没有了吧哈。Oh no, thank you so much. 他很 Much 高兴。 appreciated. I 非 love 常 being here. Thank you. 很开心在这儿。感恩师傅。那师傅也给他们母女送礼物。啊，一定一定，好，这个送给这小姑娘呢一个念珠哈，抽空念念佛、念念咒哈，这个送给妈妈哈，祝你们娘俩健康长寿。这还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哈。对对。其实你看她在这个过程中，人生的过程当中，也是经历了不少是我们都不知道的。所以呢，很好，好在是认识了禅修，来接触了，来走了八卦，一下子人焕然一新，立刻她不叫立刻啦，我是说很快就会迎来她梦寐以求的爱情啊，还有未来她的富贵人生就在前方。好，师傅，接下来呢，我们又会给您带来因为其实加拿大真的是一个多元化国家。之前我们看到丽丽是来自于新加坡那么呢，刚才我们还有 Leslie 呀还有来自于印度的我们的这样的都是我们移民过来的。那接下来跟我们分享的是来自于越南移民过来的叫Gloria，来带来她的一个分享的故事。好 ，Gloria， 请讲。Hello, Master. Hello, Sumu. Hello, everyone. 你好，师父姐下好。请讲。好，讲你的故事。我叫杨俊华 Gloria。我很感受师父这个机会。You can use English. Oh, thank you. Thank you, Master, for letting me sharing my story. In November of last year, I attended Energy Bagua class because I had many health issues. This health issue were a result of a car accident in May 2022. 师父好，感恩您让我跟您分享我的故事。我是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来参加了八卦内功课。因为我身体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来源于5月份的一场车祸。I was resting in the car, and all of a sudden, a car hit me from the back. It was so dramatic that my car was a total loss. 我当时呢就坐在车里休息，然后突然从后面有个人将我的车给追尾了，这个追的程度特别大，我的车直接报废了。As a result of this impact, I have a whiplash, and the problems were significant. I have many pains. 那当时这个撞车的这个撞击导致我身体出现了很多的情况。I have pain in my neck, shoulder, and back, and I had to take a Tylenol every day to manage the pain. 我当时我的颈椎、我的肩膀还有我的背部都特别的疼，我每天都得吃1粒泰诺来缓解疼痛。I also developed sensitivity to a lot of things, like light. Even this normal house light was very sharp glaring for me, so I have to squint my eye to reduce the sharp glare. 我对灯光也变得特别敏感。我看日光受不了，我现在看这个日光灯我也会受不了，我必须只能眯着眼睛去看。Noise, normal noise, little noise, even soft musical noise was bothering me, like someone banging on my head. I have to wear earplugs at home to block out all the noise.
My husband joked that if a robber walked into our house, I wouldn't even know. 还有呢，我对声音也极其的敏感，就一点轻音乐啊，或者是一点小小的声音，我也受不了。我每天在家里啊，都是戴着耳塞。我丈夫啊，就开玩笑，他跟我说，他说如果我们家里，被偷了、被抢了，你都不知道。I also have very sensitive to temperature change. I could get cold and hot in a moment notice, so I was getting very uncomfortable. 还有我对温度也极其的敏感，我会突然就冷了，突然就热了，这些都使我受不了。All these symptoms were slowly going away, but the most challenging part was the mental challenges that I suffer from the car accident. 其实这些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慢慢的稍微有改善，但是最严重的就是我精神上面的问题。I became distracted easily, anxious. I actually become unsafe when I drive on the road. 我没有办法注意力集中，甚至严重到我都没办法在开车的时候。3 months after the accident in August, while I was driving, I managed to hit another car, and this is my fault because I was not focused and I could not stop in time, or my slow reaction. 因为我的反应慢，还有呢，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开车，所以在第一场车祸过后的3个月，8月份的时候，我这次又出了次车祸，这次我撞了别人。My doctor advised me, stop driving, you're not safe. But this is not a viable option for me. I have 2 young boys. I have to drive them to school and their sports. So I have to overcome my fear. And doing this, I also almost have a few more potential accidents. 我当时医生就说啊，你别再开车啦，你千万别开车啦。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根本就不可能啊，因为我还有2个孩子呢，我每天都得接送他们，送他们去课后运动。When I was very hopeless, I saw the Energy Bakwa class advertising in November, and fortunately I attended that, and I also met up with a few of the earlier recipients like Lily and Leslie. They were in the same class, and I also benefit so much from that class. 那还有呢，就是在这一个时间段，在我来之前这个时间段啊，我险些又发生了几次车祸，所以我感觉到非常的绝望。11月份我来参加了八卦内功，在这个课堂上呢，我也认识了很多，就是像前面几位分享人，像 Lily 啊，还有 Leslie， 我们都是在一堂课上的，而我自己呢，也是非常的受益。Because of my problem of concentration, actually I couldn't do work. When I do work, I actually procrastinate until the last minute, and when it was the deadline, I lock myself up, put on earplugs, standing, and try to get my work done. I really could not function properly. 还有呢，就是我有出现了严重的拖延症，我没有办法专注于我的工作，所以每一次到不得已的时候，到不得不做的时候，我才会去做。那时候呢，我会拿上耳塞，塞进我的耳朵，我会站着，然后尽快以最快的速度，希望赶紧把我的工作给做完。During the first class of Energy Bakwa in November, when we have to walk around the tree and we have to focus on the tree, I could look everywhere except the tree. I just could not focus on it. 那在我第一次上八卦课的时候呢，我们走圈的时候都是会看着树，但是我的眼睛啊，所有地方都看了，除了看树。My teachers, Connie, Faye, have to keep reminding me, look at the tree, look at the tree. 那我的组长啊，就是 Connie 啊，还有飞啊，他们当时一直得提醒我看树，看树，看树。After practicing Energy Bakwa for 2 months,
I'm happy to say that I can now look at the tree for 60 minutes. 那在练习八卦2个月后呢，我现在非常高兴的可以说，我可以看着树60分钟了。After five months of practicing, I'm able to sleep much longer, normally now from 5 to 7 hours versus before 2 or 3 hours and waking up many times. Now I have more energy, I can focus, I can relax and not as anxious, and I can resume my work. 那修炼5个月之后呢，我现在睡眠啊已经可以睡5到7个小时了。以前我只能睡2到3个小时，我也更有能量了。我的专注力也好了，我还能学会放松了，所以我心情没有再那么的着急，那么担忧。I also practice or learn master teach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teaching me Energy Bagua. But I also learned from master life teaching that I have to love and respect and listen to my kids more. So I became less anxious and I nagged them less. Previously, with my kids, my son would avoid me. In fact, when I walk into a room close to him, he actually tell me, "Mom, go away." 那还有呢，就是除了走八卦以外，我还学了师父的开示。那学了开示以后呢，我学会了宽容，我学会了我学会去爱我的孩子。我开始不再事事盯着我的儿子了。那就是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啊，我一进房间，我儿子看到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妈出去。I am so grateful for Master. Thank you, Master, for all of your gift to us. 那现在呢，就是儿子也不会再这样子了，所以呢，就是非常感恩师父，非常感恩师父的教导和爱护。Because of all this gift, Master, I actually encouraged and recruited my sister, the third sister, Mei Hua, next to me, and my second sister, Li Hua, to the next class. It was the stress relief class. 因为我自己受益这么多啊，所以我也把我的那个姐妹都拉来了。那坐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二姐，是我的三姐美华。我还叫我的二姐丽华也来参加。May I share my family story with you now, Master? 师父，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家庭故事吗？感恩师父 Thank you. We have a big family. There are 8 siblings. I am the last one. We have 5 girls and 3 boys. 那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家里呢，一共有8个兄弟姐妹，5个是女孩，3个是男孩。I hope that Master can give us guidance. For the 8 of us, within this past few years, 5 of us have either involved in a car accident or severe illness. 那特别希望可以得到师父的指导。就我们家里在近几年啊，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情，就是要么其中我们5个，就我们8个里面其中的5个，要么是出了车祸，要么就身体出了严重的问题。I'll start with my third sister here, Mei Hua. She had many car accidents, and one of them, she didn't hit anything, but she ended up having many health issues. 那我先从我的三姐开始讲起。我三姐呢，她其实也经历了好几场车祸。那其中一场呢，她其实并没有撞车，但是她身体还是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She had pain all over her body. She had so much problem sleeping because of the pain. When she lie down, even after an hour or 2, the pain would wake her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she couldn't move, so she had to slowly crawl to reduce the pain.
他呢就是开始全身酸疼，还有他没办法睡觉，他一晚上可能只能躺下1到2个小时，半夜会突然被疼痛给惊醒，惊醒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动，所以他只能用4肢来稍微爬来缓解这个疼痛。She couldn't walk even for a few steps. Within a block, she would drive her car. But what's worse is when she needs to go up and down the stairs in her house, she has to crawl like a turtle. 另外呢，就是他全身无力，所以他根本就连几分钟站立的时间或者走路他都做不到。还有更严重的呢，是他只能像乌龟一样用4肢慢慢的上下楼梯，爬上爬下。But after attending the stress relief class Master provided, she was able to sleep better, have more energy, more focus, and she gained more health back, so now she can walk normally up and down the stairs. 但幸好啊，他也来参加了我们的减压班，所以他参加之后呢，他现在可以睡好了，他也有更好的专注力了，还有最大的呢是他的这个身体的健康也是慢慢的开始提升起来了，他现在可以站立了，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上下楼梯。Her relationship with her 4 adult kids and her husband are so much better because now she's calmer, she's able to listen to them, she's able to understand first, and even if they are asking or trying to get her into a fight, she was able to relax. So they now listen to her, understand her decision, and respect her. So she has a much happier family. 另外呢，他跟他家里的关系也变得融洽了。他家里呢是有4个孩子，还有呢她的丈夫。那以前呢，就是他们其实并不理解他，所以呢，就是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平静的心情。但学了禅修以后，他平静了。他先学会去理解他们，去爱他们。所以即使对方脾气不是很好，那他也不会去反驳。那这样子之后呢，他们慢慢的也开始去尊敬他了，去开始听他了，开始去跟他有一个很好的沟通。I'll share my second sister, Li Hua, as well. She had gained many benefits from Master. 那现在呢，我想跟师父分享一下我2姐的故事，她也是受益非常的多。My second sister was the main caregiver for our parents. Our parents passed away, unfortunately, in 2020, my dad, and in 2021. Because she was the main caregiver, she missed them terribly, and that might have been the result why she had many health illness after. 那我2姐呢，是一直在照顾我的父母亲。我父母亲在2020年和2021年相继去世了，而她呢就极其的过度悲伤，所以可能导致她身体就很多严重的情况就出现了。Immediately after my mom passing, within 6 months, my sister developed eczema severely all over her body. It was red, itchy, and she could not stand it. 在母亲去世6个月后，她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湿疹，全身都是红的，非常痒，根本就受不了。Her heart became enlarged, and we found out that she need to have an open heart surgery to replace a aortic valve insufficiency. 还有呢，我们发现她的心脏变大了，就真的是变大了。据检查后呢，才发现她需要做一个心脏手术来修复主动脉瓣反流。After the surgery, her body is very weak. She needed an antidepressant pill to help her elevate her depression as well as helping her sleep.
But because of the side effect, the doctor told her to try to stop using it. 做完手术之后，他的身体非常的虚弱，他甚至需要吃抗抑郁药来帮他抗他的抑郁和帮他睡觉。但是即使是这样子，副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医生也建议说，你要不试试不要再吃那个药了。But after Li Hua attended the stress relief class, she was able to stop the medication and had now since not using for sleep anymore. 但他参加了减压班之后呢，他真的能停药了，直至现在他也不需要吃这个药来帮助他睡。We are so grateful for Master for giving us our health back. 特别感恩师父，重新让我们重拾了健康。师傅，那么这 Gloria 带来的故事还是比较长的哈，因为她自己的受益，还有家人，2个姐姐通过禅修以后都受益了。那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 Gloria 的Gloria 自己的故事哈。她起始于一场比较严重的车祸以后就脑震荡，但是呢，她一些引起的这个更多的症状呢，就是对周边任何情况都有敏感，对光敏感，对声音都敏感，对这些温度也是很敏感，就是让他觉得就是浑身的不舒服，浑身的不自在。其实对家人也会有要求啦，要轻声之类的，所以他也是有记忆力都很差，就没办法看东西，没办法看集中在一样事情上就是超过几分钟，然后呢反应也很慢，所以因为这些后遗症吧，应该说车祸后遗症，因为注意力不集中，记忆也差，反应又慢，结果很快3个月后，他自己又去撞了别人，就是第2场车祸的发生了。哎呀，那真是雪上加霜啊！所以更糟糕了身体的这个情况。那医生都还叫他就不要开车了不可能，就不要让他再开车。但是他不行他必须这样子做。那么因为这种种种的情况之后呢，2022年的11月来到了禅堂，他上了6个课程。前后一共连接着上了6个课程，差不多到现在为止过了将近5个月吧。他感觉首先他学会了放松，他的睡眠也改善了，然后呢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些特别敏感的光线、光亮、声音还有包括温度，他都不再敏感了，他会放松，能够接受了像以前儿子如果在车上放点轻音乐，他会非常头疼，非常烦躁，不能听，光线也是不能看，所以他都要戴上耳塞就是很回避，就是这样子。那现在呢，他的专注度也提升了。那么这个还是真的是经过一些训练以后有改善。他就讲到嘛，其实在刚开始走八卦，他说禅堂所有4周全都看了，就是不看树，就一会儿看这儿，一会儿看那儿，唯独不看树，就是这样。但是就经过了这个八卦训练以后，他觉得他的关注度能够提高了，能够看树了，能够至少看树1个小时了。那有了这样的训练和改善以后效果，所以他现在开车倒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危险了。要不然其实家人很担心，医生都嘱咐他不要开车了，因为他很容易再次发生车祸，是这样子。那么而且呢，也是学习了禅修以后呢，也学会了包容了，所以和家里人、和先生、和孩子的关系越来越融洽，越来越开心幸福。因为他的受益以后，他又介绍了他自己家里的2姐和3姐来。那么今天坐在 Gloria 旁边的呢是他的3姐美华。那美华也是多灾多难的，就是听刚才 Gloria 介绍，她还不是1场车祸，发生了好几场的车祸。那有一次呢，最后一次车祸的时候，明明都没有碰到车，就是车并没有撞任何东西，但是美华都感觉到了很多身体的疼痛、痛苦还有不舒适比较严重的呢，就是比方说
酸疼，浑身酸痛，然后他已经失眠11年了，半夜都会疼醒。啊，那刚才讲到的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后，身体没无劲啊，没无力啊，酸痛，还有什么？他走路很慢很慢，但是上楼梯是不能上的，他要像乌龟一样慢慢的爬才能爬上楼梯，啊，就是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也是在以后呢，就是他介绍了3姐也来开始走八卦和禅修。另外呢，还有一个2姐啊，也是马上会来参加这个课程的。那么2姐是因为照顾父母亲，就是最后特别是最后一程去世前的那一段都是2姐照顾的，所以和父母的感情是特别的深厚。那父母相继去世以后，对她也是造成了巨大的打击。最大的打击呢，就是她身体出现了严重的湿疹2姐就是浑身红起斑湿疹很痒，就是这样子。另外就是还发现了心脏的问题，其实她的心脏问题是先天性的，只是以前一直没有发现。那么后来这父母亲去世以后去做了体检，因为出现了身体状况以后，才发现原来心脏有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立刻做了手术，是叫什么还蛮复杂的一个主动瓣的一个瓣膜进行了一个修复手术那之前的话呢，她的2姐也是长期无法入睡一直要服用抗抑郁药才能够睡眠的，所以家里也真的是兄弟姐妹真的是多灾多难。那么她刚才也讲了，她兄弟姐妹很多，一共有8位，她是家里的老小。其实8位兄弟姐妹里面有5个是都出了车祸的，还很，对他们家里这是发生的这种不吉祥的事情是蛮应该说是一个是严重，第2个是它这个频率是比较高的。OK， 感恩。Yeah， 感恩师父。所以 ，So you have a question for Yeah. Master？ 师父，请你指导我们。Yeah. Maybe I'll speak English better. Yes, please. 师父，Master, please help us understand and hopefully resolve any problems. 他就是想请教师父，也是给予他们指导，就是他家族这样的不幸就是高发性的这样的一个车祸的发生，还有其他的就是或者是严重疾病的这样发生，能不能就是师父帮他们来看一看是怎么个回事，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原因？另外就是如果更好的话，能不能帮助来解决一下他们这种家族的这种严重的问题呀？感恩师父。好。他的故事比较长涉及到全家人，因为兄弟姊妹8个，人人都有过失，关于有几个出车祸。那我在看这一类的，就是连续性出车祸的事情的时候，我都是这样理解，就是注定的。那是注定的话，一定有一个理由。也是他们要想解开的东西。那我也看了一下，当然我看的呢也不一定准确不一定准确，因为毕竟是一个过去的事情。我觉得他们的祖上，就是并不是很久远的祖上，有做过军人或者警察的，但是我没问他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有这样的职业的祖上吧？军人和警察，我想是没有。师父，我试试吧，我小一点。I'll try. Yeah. I believe my cousin, so my aunt. Because we're from Vietnam, when during the war in when there all of the men are required to be enrolled in the military, so you have to be soldier. And fortunately, my immediate family don't need to, but my cousin, so my aunt's sons were in the military. 那师父，因为我们是从越南来的，
所以越南当时呢是出现了战争，那当时国家是有要求所有的男性都必须参军，所以就是我这一边没有，但是我的那个表哥这一边，表哥他们家里是那个有去参军的。当然，我先声明了哈，有些东西能看得见，有些看不见，或者有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看见。这个是我昨天看到的啊，也不一定准确。但是麻烦就麻烦在这个家人，有连续性的出车祸的这个，就不太那么简单，通常这种就是我理解就是这种现象，对方也像是要债一样，这种要债方法比较很多一些，就是被人把你撞伤和撞死啊，这样，那么造成这种行为的这个它的历史的因缘呢，来自于上海。但是其实我追了很久，我昨天晚上追了很久才追出来，就穿着像制服的，反正不是警察就是军人的那样的装扮的人，就落在他的身上。他具体做了什么，我没有更多时间再看了，所以就落到这一点，我就了结就睡觉了，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没有再往下追看，也就是说，你像这个汽车撞车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啊，那在刚才上课前，我也离你近一点，稍微看了你的这个相，就是你们兄弟姐妹之中还容易会出现，虽然都很聪明啊，他们都很聪明，就是但是呢，他们这个相中呢，还容易出现这个头脑思维或者是精神的一些小问题，就是在这个方面容易出问题，容易出一些不太健康的这样的头脑，就在你的兄弟姐妹之中。那么这个部分，说不定来自于父母的某种遗传，我忘记是你还是你姐姐那个相中呢，我还在看到有另外的东西，就是多做功德，你除了保住健康之外，就是你的后代的行为，说不定会对你的，就是他们将来守你们传给他的家业是有危险性。这有的时候后代行为，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导致家庭经济崩溃的时候，有很多时候这个年轻人他并不是做的坏事，比如说不赌博、不吸毒之类的，对不对？这些都不做，就直白的坏事都不做。但是假设说我做好我自己家该做的事情，就是在正常操作自己家庭事务的时候，让自己陷入经济的困境。还有的像寄足家庭的，比如说家族企业那个管理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像有些孩子继承和将来去在做这个家族的这个事业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他是好心，他想把这个事业做得更好，但是可能会出现投资或者是决策上的错误，最后导致这个经济会崩断掉。但是在你们相中呢，会有一些对，尤其是叫 Gloria 是吧？是。Gloria 那个相中，会有这样的一个危险的信号。感恩师父。但是去修补它的方法，
大约都是属于做功德有关系。做功德。做功德有关系，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们就是说，比如说你那个，假如这样说，父母亲很能干，比如说爸爸做生意赚了很多钱，比如说继承者儿子来说想干好这个事业，也没有特别坏的毛病，想干好，想干好和能不能是好不相等，知道吗？对。想干好，可是投资错误，资金就没了，叫人骗走了，对不对？还有你投资的时候，比如说你投资这个行业，有些人很有运气是什么呢？比如说买了一个很差的地，很便宜，可能买了3、5年以后，有开发商就来开发，之前他是不知道的，他只是图便宜就买了。以为运气好。他就是运气好呀。他就买了，买了之后，之前地产商也想买，但是没有拿定主意，所以谁都不知道。所以等他买了3、5年之后，地产商开始大收，收了之后盖高楼嘛，可能比过去这个房子贵1倍或者3倍都是有可能。这就是运气好。那么这个运气好的原因呢，他或者他的父母还有祖辈做的这种功德多，就他有了这个福气。所以这个儿孙到这个时候该发财了，这个钱那一年咣下就暴增了5倍、10倍，就变成富人了。但是你的功德不够的时候，到那个时候，要么病倒了花一大笔钱，结果钱没了；要么说一大笔钱说我花不掉，对不对？但是我投资做一个好的项目，正是父母亲期盼的，对不对？所以我投资了一个特别好的项目。结果投资进去之后，这家公司就开始垮掉了，你的钱就回不来了。就运气不好，看上去就像运气不好似的。这个运气好和运气不好来说，这个就是功德的体现。我们现在说孩子都想做好，但是结果还是不好的，都是。就是他们已经很努力做了，也挺正当的，但是呢，就是运这个上面。有的时候就是好，有的时候就是不好。对。好与不好取决于什么呢？其实真正是取决于功德。对。了解了解。那功德决定2大部分，一个是你的遗传基因，就是你的一个要事业成功的一个人哈，你具有很多素质。就第一个，身体基本是好的，对吧？你能跑能颠是吧？抗压力，啊，还有呢，精神上是正常的。对不对？虽然身体很好，就是精神失常。你说能不能做事业，朋友们？你不能做的，是吧？一阵明白一阵糊涂，像气迷心一样，就是差不多一个精神病人做不了事业的，对不对？所以这2个都好是不容易的。所以咱们每个人的家族的遗传基因上可能有着各种各样的要命的疾病，但是还有一个很讨厌的一个，就是不健康的事情。就是精神疾病。我们每个人基因上都有精神病，但是到了你这1、2代之后，他们会不会体现得更多？这就是看你的功德了。到你这一代该倒霉了，可是你这一代，比如兄弟姐妹生出来都是有精神病，可惨了就是。所以要修复这个 DNA。要改变我们的 DNA 这个遗传的话，那你们想一想，物理修复 DNA 靠外力容易吗？真的几乎办不到。那太难了，对不对？是。你不可能把一头老牛 DNA 等修完了之后变成一只小兔兔，对不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的话 ，DNA 的改变就是我们遗传基因的改变是非常艰难的。这个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哈。那么第2种就是运气，你的运气会不会遗传？运气，这个不太理解哈。但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被人开枪，这个刺杀，这个事情和肯尼迪家族后头也是出横尸死亡。对。这个难道是遗传吗？也是遗传，不一定是 DNA， 是他这一股能量绑定了他所有的后代。他们家族。家族。对。这有时候像中了魔咒一样，对不对？这个就很惨。
所以 Gloria 她那个兄弟姐妹之中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担心的是他们那个精神系统当中非常敏感哈。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横事啊，就是总有撞车这个事情。那么现在今天讲到这里说，之后还撞不撞？不知道吧，是吧？是个未知数哈。对。那我们先帮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好，感恩师父。他们家兄弟几个？8个，对不对？8个。我送你8颗八宝灵珠。哎呦，太好了！感恩师父，感恩师父。8颗八宝灵珠，这个先拿着哈，这送给你们8个兄弟姐妹啊。太好了，护佑一下，赶紧的。对，先解决一个简单临时可以帮你消消灾的这样一个东西哈。那之后就是你们要做功德，这个功德，我们先把欺骗这件事情先忘掉，好吧？你就说，哎，你在这儿，比如说我说你有病。说你有高血压，正好我就卖高血压药，这样就是有一种骗人的嫌疑哈。但是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真正命运之中很多不可琢磨的一个神秘的灾难性现象，一个道理。有的是全家兄弟姐妹轮番的出横事，啊，我还遇到过，就全家一家4口人哈，轮番得病，他不是撞车，轮番得病。说哎，那个人感冒重感冒刚刚好，儿子重感冒刚刚好，这爸爸就腰扭伤了，一休息啊100多天，这爸爸好不容易好了之后，妈妈脚扭伤了，就有这么一下，轮番的得了5年，反正没有这样，他这个家庭从来没有停休过，就是得病这个现象，好玩吧哈？所以什么样的神秘事件都有，啊。那家怎么受的伤呢？怎么弄的呢？他就是他们家祖坟坏了之后没人修，哎，德和人找朋友找我聊了聊，我也在巡查到底哪出问题了，因为能出问题的若干个方面都没法记录的若干个方面，所以就用功夫去查。他说：“哎，我觉得你祖坟有问题啊，像漏水啊。”哎。他们说不知道呀，这好几年出国没上过祖坟去，他祖坟在他的祖国嘛，哎，就找亲戚去看祖坟，结果漏一个大洞。那个村里人就说好几年了，因为你是祖坟嘛，人别人不能动啊，哎，所以这一说赶快就修复，哎，修复完之后，哎，他们那个问题就停止住了，所以有很多这个和这个祖先，还有自己的这个功德啊，罪过相关的这样的能量场，我们很难理解的。所以像他们这个情况呢，通常就是多修功德的事情，最少都是要勤念佛。第二个呢，可以到真正的慈善机构去服务，啊。那么第3个综合类的做慈善和修行的事情，这样才可能弥补，否则的话，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就是说到他这儿，我们前头这个什么Jitika是吧？对。这个小姑娘，印度一女孩，这个长得也挺漂亮的吧？Jitika那个，你看她哥哥英年早逝，接下来就是姐夫，我刚才说了，就是看他这个手面相的时候，都上头暴露了一些他的命相中的弱点。那除了这一个命相中的一个弱点，你不知道在哪里出漏洞，就那里死了2个亲人。对，我们希望不要再发生更不好的坏事哈。对，就也就是说，说不定还有漏洞，但是就不可说，说了你又吓得要死，要么就说你在骗人。就很难去讲这个事情。那有些人他这个长命百岁，生了10个，10个都活得100岁，都有的是，啊，所以这个功德还灾难呢。还有的人是被人诅咒的，遇上坏人了，他恨你，
而且被人诅咒之后，你那个全家人总倒霉，是吧？还有就是大风水的问题的，大风水问题的，对，哎呀，反正这个我们对于一般的科学知识之外理解的这个人类存在的这个社会现象，如果多了一点深入研究，是越研究越可怕。你们知道自杀也可以遗传吗？不知道哈，那我就告诉你了。在东南亚有一个人，有个家庭，爷爷大概50来岁左右，因为一检查得出癌症，哎，他总花钱吃药，3年也好不了。再一检查说还在恶化中，说不定很快就死。他没等待癌症死亡，他自己跳河自杀了。那没过几年之后，他的弟弟也到了这个年纪，也类似的病，也类似的想法，也在他跳河的地方又跳河自杀。再又过几年，他的长子，他的大儿子，是因为情感问题，自杀，喝药自杀，哎，就是，哎，我都不知道，你说这算 DNA 吗？说不定 DNA 之中也有这个密码，就是为什么自杀呢？他到那一刻，他自己的大脑之中觉得完了，我没法活了。他遇到事情之后啊，他就是有了这样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在研究心理学的人也认为这叫逆商啊。其实我们整个智商之中呢，逆商是指现代人新起的名字，就是遇到烦恼和打击来的时候，你的承受力。有的人很厉害，有的人逆商啊特别强大，吃多少苦挨揍，是越吃苦越挨揍越健康，还长命。刚一儿子一发财，哎，他死了。所以他在接受正面的好处的时候，他承受不了；但是负面的事情的时候，他越打击他，他越坚强。好玩吧？我表舅就是这样的。对，所以这个每个人这个命运哈，命运的不同，就是我们自己这个身体这个灵魂，我们自己的前世做的什么事情，有没有报应？所以大家为了避免这些事情哈，我们可以学习，请记住哈。第一个，不要随便许愿，不要随便许愿。还有比如说，佛啊，你保佑我儿子，如果考上大学的话，我给你修庙。别许愿。等你儿子考上大学，你没修庙，说不定有护法神拆你们家房，他就倒霉事儿就来了。别给神许愿，因为更厉害。这第二个，别给人许愿，说儿子你考上大学，我给你买个跑车。求你儿子真争气，考上大学了，你买不买跑车？你不买跑车，我不上学，你看事情就来了，对不对？还做老板的说，你们做到达到我这一年收入100万，我给你分红20万。哎，真一努力达到100万，你分不分？不要轻易许愿，好吧？夫妻间既然婚都结了，别轻易许愿，好吧？哎，说哎，你这个月都是你做饭，那下个月的话，我就给你买个贵的包包。可是人家做了1个月的饭，下个月没买，你太太会怎么对付你？老娘跟你离婚哈！哎，对，许愿的让人惦记着你。那个它会产生叫做报复性，尤其对神灵哈，许了愿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许了愿也不麻烦，解决的方法就是还愿。所以你每次许愿别许太大，许得太大，但是你还的太少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受惩罚的原因有很多种的。我们就是得到灾难的可能性也有很多种，还有个人心态哈，无论我们经历什么事情，尽量保持一个善良的心，
好，也恭喜 Gloria 你们全家哈，还都是修行受益了哈。对。对。啊，看现在都已经也是精神状态都过得越来越好啊，很放松了。现在，之前确实他车祸以后就是对光敏感啊，什么都敏感，确实那个时候是非常敏感的。从这个道来说，他当时受那个车祸，把他撞成那个样子哈，看什么都不行了之后，我告诉你，你不撞车也会到那个时候，会让你一觉醒来之后，你也害怕光、害怕风、害怕人，一样的，避不开的啊。对，你也觉得有个车祸给你个理由，就是，实际上都可能会发生，是，这叫命运使然。真的是。好，感恩师父，这个讲得非常的透彻。Lease on life。感恩师父给了我们新生命。好，恭喜。感恩，谢谢。好，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哈，这些故事都很好，都是很重要的学习和参考价值哈。对，那我们今天在场的很多朋友哈，很多人都是有1-2年没见了哈，还有更长的哈。哎，有没有过去见过我，后来隔了至少2年以上，才这次见到我？有没有？都有哈。好，好，今天你不会白来哈。我希望你今天会得到一定的健康，或者是对，从今天呢，可能你的身体越来越好，你的运气越来越好哈。捉住了吗？啊，我现在呢，反正这儿没什么东西可以用哈。我现在呢，就是把你的一个烦恼或者是一项病痛，把它取出来。尤其现在有人身上有痛感的人，谁现在身上有痛的地方，请举手。举了之后要晃一晃，晃一晃，举的人晃一晃。把它照下来啊，一会儿啊就不同了哈。我会把它拽出来。
你可以活动活动哈。也可以站起来活动，那个疼痛的地方在消失哈。跟着我学我做哈，1、2、3就咳嗽哈，1、2、3，第一次哈，还有1、2、3一块咳嗽的，习惯就好了。1、2、3，可以多咳2声啊。哎呀，真难听啊！来，再来一次啊！1、2、3，这不是八卦内功的哼哈哈啊，这咳嗽就是。那一会儿咳完之后，你的疼痛的地方就消失了，哎，最好站起来啊！坐着人别那么懒，站起来。准备好，再来一次哈！1、2、3。有些疼痛已经消失了，你感觉一下。我刚才问，正在有疼痛的人，那你现在感觉有没有人那个疼痛现在好像没有了？请举手。有举的了哈。一点也不奇怪啊，很正常哈。和我在一起呢，经常会疼痛的人啊，还有行动不便的呢，就开始好转了，这很正常的哈。那你不要想，哎，这是不是临时的？啊，会不会我一出这个门又痛啊？这都不一定哈。但是一般来说，这个疼痛到不疼的，大家听过之前的见证嘛哈？有些那个20年的病，可能来走八卦一次就好了。之后再没犯过啊，那你这个疼痛也是一样，有可能你那个很多天的哪里不舒服疼痛，这一次就消失了，就是没有了啊，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很奇怪的，很奇怪的，很奇怪的，还有人那个都蹲不下去啊，不能捡东西啊，现在你那个腿那样腰不方便的，你就可以试，一般就可以去捡了。所以你对痛觉上觉得说是不是错觉，但是你的行动不便，立刻变得很方便了，这可不是错觉啊，哎，这是真的，就是这样。那还有人呢，就是经常睡觉啊，睡觉的时候看到有鬼影子啊，或者总是做那种鬼的噩梦的啊，哎，有没有啊？在场的有这样的人吗？那个举手的走过来。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
小小的红点滴，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要忧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了解生命的真谛，修行的理。因为有了你，日子犹如彩虹般美丽。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快乐了，我美丽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要忧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
《